男人每次出门前都会把女人按倒在冰凉的炕上，还传出了震耳欲聋的尖叫声，就连500米开外的邻居都能听见。苍天呀，废物男又在打老婆了。就是啊，打得好惨，造孽呀！原来男人是个烂赌鬼，没钱就会打老婆，从老婆身上搜刮钱财，打累了就去床上呼呼大睡。不料想，女人的疼痛声惊醒了男人。你醒了。这女人是钱小北的妻子，当年也曾是平安镇的焦点，长得水灵白嫩不说，性格恬静，也算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如今身怀6甲，日渐消瘦，脸色蜡黄，说是40岁的人也有人信。这时窗外传来吆喝声：钱小北，钱小北，3缺1，凑把手，是不是那俩子儿又让老娘们给藏裤衩子里了？听到声音的钱小北一咕噜爬起来，英子脸色骤变，因为这回钱小北准保又要伸手要钱了，贼横贼横的要。而钱小北则是直愣愣地看着他们母子俩，脑子一片空白。原来上一世的钱小北是个烂赌鬼，儿子丢失，他把怨气全撒在妻子身上，彻底失望的妻子最后服毒自杀，一尸2命。如今看到儿子还在，还没被偷走，怀孕的英子也还活着，又看了一眼墙上的黄历，1985年6月20日。这一刻，钱小北复苏了所有的记忆。我重生了，好一个帅气逼人的脸庞，就是今天，儿子被派化贼偷走。此时，钱小北看向妻子和儿子：别打我，家里真的没钱了。你看紧了孩子，有什么动静也别出门，我出去一下。在英子不可思议的眼神中，他出了门。今天怎么这么痛快？不声不响就把钱拿出来了。你家里没老娘们，你拿走，给老娘们点好处，趁老娘们迷糊的时候，要啥还不给？一个大鼻兜打的那家伙转了好几个圈。你特么还真使劲呢？不使劲儿，你能长记性吗？说我可以，不能说我家英子。快走吧，别磨蹭了，再不支起来，不等8圈下来又拉闸了。你们走吧，以后也再别来找我了。我靠，我还就不信了，你这花尾巴狗，今天还敢吃粮食了？滚犊子！这人是咋了？怎么真跟个疯狗似的呢？看着3人骂骂咧咧的走了，重生一回，他首先要做的就是阻止儿子被偷走。说着，拿着镐头就埋伏进了小仓房里。不大会，几声轻响之后，隐约可见2团黑影悄悄前进了院子。远远的，他听到一个女人努力压低的声音：这能行吗？老娘们家的，少说这丧气话。好家伙，还是个团伙。看着2人已经靠近房子了，钱小北呼的一下窜了出来，举起镐头朝着那个男的冲了过去。英子，英子！听了这一声轻唤，钱小北硬生生把快要落下的镐头给收了回来。爸妈，你们咋来了？你在家呀？老丈人和丈母娘的突然出现打乱了钱小北的阵脚。英子，快开门，爸妈来了。你拿这玩意儿干啥？我打算磨一磨，明天要用。你没和二狗子去？没去，以后再不和他们混了。丈母娘回头看了他一眼，翻了翻白眼，说的比唱的都好听，耍钱人还能有这记性？爸妈，这么晚了，你们咋来了？你三姨奶病了，去看她了，顺便来这儿瞅一眼。随后，老太太把英子拽到了屋角。又打你了？没有。那她拿那玩意干啥？妈，要是这么打，也就一下子人就完了。钱小北偷眼看到丈母娘把一卷子零钱偷偷塞给了英子，这场景见过多次了，但每次都成了他打英子的由头，这些钱都成了他的赌资。混蛋，还是人吗？放下镐头，转身就出去烧炕了。看一眼就中了，回去吧。我和你爸过2天再来。过2天还来？送走了几乎一句话都没和自己说的岳父母，钱小北摸了摸炕，有点热乎气儿了。媳妇儿，你睡炕头，照看好孩子，有我在，谁也别想再碰你们。第2天一大早，钱小北准备做早饭，到了厨房，他都懵了。家里穷的老鼠来了都要含泪而走，没办法，他四处翻找，找到了刘抱窝的鸡蛋，于是他做了一碗鸡蛋羹。媳妇儿，醒了，快趁热吃。啥呀？鸡蛋羹。这是几个鸡蛋？4个，够你俩吃了。4个，不留着抱窝了。慢慢攒吧，有鸡就不愁蛋，你这身子要紧。不抱窝，明年指着我下蛋吗？我的身子什么时候要紧过？捧着鸡蛋羹，英子突然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待遇就刚结婚那几天有过，那股粘人的劲儿一过，吃干抹净之后就啥都没有了。不对，昨晚上妈偷偷给自己塞钱，一定是又让他给看到了，这是变着法儿的往外哄这点钱呢，拿我的蛋来骗我的钱，这耍钱鬼就是心眼子多。媳妇儿。
果然不出所料。看着媳妇儿的反应，钱小北差点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子。媳妇，我出去一趟，你在家千万守好儿子。他不忍让英子在恐惧中多沉浸1秒。说完了之后，起身就走。为了解决当前情况，钱小北决定先从挖中药开始。山里的日子虽然清苦，但资源不缺，尤其是中药材。驾着他的老牛车往后山驶去。很快到了后山，钱小北拎起镐头，夹着麻袋钻进了林子。什么地方长黄金、苦参，什么地方有重楼、生麻和苍竹喜欢长在哪里，他这个山里长大的都知道。小半天下来，麻袋就装满了。钱小北带着挖好的药材来到了镇上供销社大院的公示板前，看着公示板上药材的价格。同志，重楼咱这不收吗？重楼是啥玩意？没听说过。就是7叶一枝花，那玩意没人要。钱小北突然意识到这东西的价值，现在还没人重视，不过也不白挖，留着回去给家人提高免疫力吧。剩下的药材，钱小北总共卖了6块9，比预想的要好，不枉我手上磨的几个大水泡。随后，钱小北又到供销社给管称大哥买了包香烟，打听了一下消息。大哥，我想挖点药材补贴家用，你帮我支支招，咋能少出力多挣点？你会分等吗？有个标准，我就能分。你要是能分等，再自己加工好了，就能多卖不少钱。大哥一边说，一边找出一张表来，递到他的手上。钱小北看着各种药材的等级划分标准和价格，3斤鲜苦参出1斤干货，鲜货6分钱，干的2毛8。这空间给留的够足啊！大哥，那我以后就按照咱们的要求加工好再拿来卖吧。那感情好了，你会加工？抽心远志、扒皮桔梗、火疗生麻、棒打苍竹，大哥我略懂。看不出来，还懂得不少。过奖了，以后常来常往的，你可得多照顾照顾我。没事儿，没事儿，10里8村的都是乡亲，谁还求不着谁呀？那我先谢谢大哥了。和大哥告别后，一个想法在他的心里萌生。全村100户人家，有99户人家已经饿死，唯独有一家活了下来，还一车一车的往家拉粮食，并且车上有肉和大米。要知道，他可是全村有名的烂赌鬼。原来是钱小北重生回来，利用挖来的中药材卖了6块9毛钱。并且还发现了一个发财之路。钱小北利用卖的6块9毛钱，在镇上买了一车物品，吃的穿的用的全部都有，高高兴兴的赶着牛车往家回。下午他到家的时候，可把英子看傻眼了。你今天手气好。运气不错。说完听媳妇儿没动静了，钱小北愣了一下，立马明白了。你以为我去耍钱了？不是吗？不然你哪来的钱？我都说了，以后不耍钱了。那你哪里来的钱？毕竟除了玩牌，他没有别的来钱道，家里也没东西可卖了，借的几乎没有这个可能。三合铺除了他四叔和二大爷以外，不会有人借给他钱。可自从老爹去世之后，四叔早就撂下话，不和他来往了。二大爷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五保户，自顾不暇，有心无力。我在小青山上采了点药，去平安镇上卖了。钱小北把供销社开的单据找出来给英子看，剩下的1块多钱也一分不少的交到了英子手上。6块9，这得多少东西才能卖这么多钱？英子拿着钱愣在那里，不知所措。一抬头瞥见了钱小北正在喂儿子吃糖。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了？要在以往不打不骂也都算好的了，怎么今天还伺候上了？爸，你吃。儿子吃，爸爸不饿。嘴上说着不饿，肚子却诚实的咕咕叫了起来。饿了吧？我去给你做饭。别着急，我来就行。说着，钱小北就跑进了厨房。一顿忙活之后，半盆猪肉炖酸菜就端上了桌，一家其乐融融的吃了起来。晚餐过后，钱小北拿起镐头，你别出屋，我出去一趟。这是又到时间了，只是今天怎么没等那些叫活的来，自己就跑出去了？没准是回来的路上就和二狗子照面了，早就约定好了。英子开始失落，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一点幸福感突然一扫而光。钱小北拿着镐头，房前屋后转了一圈，又去小仓房潜伏了起来。昨天派花贼没来，是不是被老两口子给冲了？此时大门外一束昏暗的手电光一颠一颠的由远而近，钱小北绷紧了神经，一双手握紧了镐头。哎呀妈呀，咋这么香？这得是多少肉，味儿能飘出这么老远？这心就不够你操的了，走你的得了。哎，那可是你亲沾。肉再香，他爹吃着一口了，他妈吃着一口了。钱小北听出来了，是四叔和四婶。四叔钱武，人耿直，原本对他还是挺疼爱的。钱小北老爹离世时，还是四叔从一个长辈那里借来了寿材。后来钱小北一心扑在牌桌上，从此四叔就算是彻底断绝了和钱小北的来往。等我2步，你急着投胎呀！四叔四婶的脚步声渐远，钱小北知道
四叔这时都不肯在他家门口多逗留1秒钟。四叔的话让他想起妈还在三姐家里，叹了口气。钱小北垂头丧气的回了屋里。次日天还没亮，钱小北就出发了。从零开始的创业，每1分钟都值得珍惜。到了后山，他开始一顿忙活，挖药材。天大亮时，大半麻袋苦参已经到手，又赶往供销社。你这大过节的，不在家里眯着，还往出跑？刚巧要买点东西，就顺道挖了点药，路太远，不能空跑。大半麻袋药材，55斤6两，卖3块3毛6。大哥，合作社咋不卖秤呢？说着，又给大哥拿了3包香烟。你看看你，这又是干啥？社会风气都是被你们这帮人给带坏的。大哥，细水长流。这小伙子还挺有心劲儿，乡下人有几个能用得着秤的？这么多年，供销社就没卖过秤，想买得去县里。之后又和大哥聊了一会，揣着从大哥那里要来的药材收购价格表，就回去了。钱小北到家时已经晌午了，看到英子果然没舍得煮那几个鸡蛋。煮了吧，过节了，迎个节气。过几天我准给你凑够，不耽误你抱窝。说完了，自己没忍住，笑了起来。英子也露出了一丝笑意。哪有这么说自己媳妇的？再说了，我这窝还没空出来呢。钱小北找出笔和墨水，对照着收购价格单写了4张收购广告，随后又从兜里掏出那堆大大小小的纸币，递到英子面前。这些钱都放你这儿，可算是见着回头钱了。嘿嘿，别太高兴，可能只是个过路财神，而且还得干活。这到底是要干啥？钱小北拿起一张写好的广告递给英子。媳妇，我自己一个人去采药，拼死拼活的也刨不出多少钱来，我准备在铺子里收购，让大家帮我去采药。1斤才挣1分钱，你这账是咋算的？嘿嘿，这你就不懂了，我收湿的，晒成干的，挣1分钱，干后再分等，又能挣1分钱。英子不懂这些，也不明白钱小北怎么突然间就动起了买卖脑瓜。推牌九、打扑克那一套，用到做买卖上，行吗？以后我连彩带加工，有人来卖，你就给看看秤就行，别的啥也不用你干。这能行吗？上哪儿整底子钱去？那不是吗？就这点钱能够吗？咱们一边收一边卖，慢慢的就倒腾开了，你就等着当富婆吧。富婆是啥？富婆就是有钱的老娘嘛。英子脸一红，扫了一眼桌子上的那堆钱，就去烧饭了。拎着几张广告，钱小北先来到了村里的小供销社。看到钱小北过来，李德富扶了扶眼镜，立马打起了12分的精神。这小子准特么又来赊账了。这年头赊账并不新鲜，但钱小北这种赖着不还的，可就招人烦了。李叔，借你块地方，把这广告贴一下。你要收药材？李叔，我这不是收药材，我是给平安供销社代收，最后还得都送到供销社去。还是留个心眼的好，最好别太张扬，别哪阵风一过，再把腰闪着。供销社给你小子多少好处啊？供销社1斤给我1分钱的差价。好，赶紧挣点钱把账还上吧，下个月就来查账了，你还不上又得我给你垫上，啥时候来清账？李叔，你先拢好，1个礼拜之内我准还你。都欠了2年多了，要不是看在你死去的爹和老丈人的面子上，我早跟你急眼了。李叔，你这么说话有毛病，我老丈人比你都硬实。说着，钱小北在供销社门口就贴好了，然后朝着老生产队大院走去。钱小北刚把第2张按墙上，冷不防有人从背后拍了一下肩膀，吓了他一激灵。这贴的啥玩意儿？来人正是3合铺的名人刘宝柱，村支书刘忠的小儿子，绰号3弯子，花肠子多，人都说他吞进个镰刀头都划不破肠子皮，肠子里头全是蛙。你自己不会看吗？广告我看看。啥广告？我说钱小北咋还想起来做买卖了呢？这风里来雨里去的，哪有推牌9自在呀？我干啥还得用你管？你这也没多少差价，再掉点秤还不得赔死你？钱小北不打算理他，怕话多了自己忍不住。贴完了广告，钱小北独自走了。呸！还跟我牛逼哄哄的。等钱小北走远了，3弯子四下看看，把1张广告接了下来，越想越气，2把扯烂了扔到了路边。我还能眼睁睁的看着你把钱挣了，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界，也不想想这地界谁说了算。男人每去一次别人家，屋里就会传出女人的叫声，就连整个村庄的人都能听见，但全村的人还都希望他去自己家。今天男人来到了四婶家，原来四婶家是村子里的情报站。钱小北为了收购中药材，来到四婶家张贴收购广告，而四婶心直口快，性子随和，嗓门又大，他说话全村人都能听到，人送外号老广播。钱小北贴好最后1张收购广告，就坐了下来。四叔，
你那钩子秤借我用几天，收上药材了，没个秤不行。中，你要是真能把日子过好了，把我借给你都中。正好四婶从外面回来，听了四叔的话，一天天的净瞎咧咧，把你借出去了，我咋整？那不是还有驴吗？啥活还不能干？哼，你个老不死的，又胡沁。老两口子的语言艺术，他不需要懂。正好四婶想跟你说说话呢，你就来了。谁都知道吃香的喝辣的好，可这过日子就得讲究个算计。你说四婶说的对。破车嘴，啥都想管，你给人家当家去吧。咋的？我说的有错吗？四婶说的对，我这回得上心过日子了。收那玩意儿能行吗？缺了糟损能剩钱吗？你放心吧，四叔，我已经挖了2天的药了，把路子都摸好了，赔不了。说完，钱小北就起身回去了。这个完蛋玩意儿，真想起来过日子了。钱小北回到家时，英子已经把饭菜都端上桌了。你咋没买点酒？不喝了。英子犹豫了一下，转身打开柜子，掏了半天才摸出一个瓶子来。家里还有红酒，呸，日子过成这熊样子了，我特么还有心思惦记拉菲呢。看到桌上的酒，这不是那瓶鹿茸人参酒吗？看了一眼英子的大肚子，又看了一眼酒。你这是想要我的老命啊？那瓶酒是英子爸董长贵拿来的，当年钱小北一次喝了3两，不多一会儿就觉得热血翻涌，抓心挠肝般的难受。那晚英子也没少跟着遭罪。第二天下地干活，晚去了2个小时，他想起当年喝这酒时的感觉，突然间又冒出了一个想法。这么有劲的东西，不把它投放到市场中去，对得起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吗？吃过了饭，钱小北把院子平整了一遍，准备做药材晾晒场。第二天大清早，钱小北又钻进了小青山里，有了前2次的经验，他尝到了挖苦餐的甜头。这东西虽不值钱，但数量多呀。眼下他需要钱，不管多少，启动资金总是要有的。中午刚过，2个麻袋装得满满的，直奔平安镇。你不是说不送鲜货了吗？怎么又整这么多尸的送来了？大哥，刚跑完，一算计路程，还是往这边走比往家里赶近点，就直接送过来了。都是苦参。都是苦参。过了秤，连皮120斤，就别去皮了，整数。好算账，7块2。收拾利索之后，钱小北又跟大哥聊了会天，才知道大哥姓王，叫王维忠。又跟王哥打探了一些消息，原来这些中药材到月底县里会来人统一拉走，然后再交到省里统一分配。打听清楚后，就转身回去了。到了院子里，看见忙得不可开交的英子，钱小北急忙跑了过去。给我，你去坐着吧，算明白账就行了。看着院子里来卖药材的邻居，英子小声地对钱小北说：快没钱了。给你7块2毛，特意全都要的零钱。还是我考虑的周到吧。一顿忙会下来，天渐渐黑了，来送药材的人都走光了，院子里只剩下他们一家3口。钱小北看着眼前一大堆苦参、桔梗和玉竹，心中明白，这哪是他卖药材那几块钱能解决了的。英子指定是把自己藏着掖着的那几块钱也都用上了。本想让人家当回富婆的，没成想却成了个富婆。这一天下来，把英子累够呛。走，进屋吃饭。晚饭过后，还有多少钱了？4块5。4块5，哪怕是再有10块钱也好，就不用再上山自己采了。我这儿还有5块。今天收药材不是都花出去了吗？今天爸妈又来了。哦，原来又是娘家贴帮的。要是能多有几块钱，是不是就真不用自己去采了？不过也不要紧，只要药材晾干了，我就去送，勤跑几趟也能倒开。2人正说着话，门外传来一声咳嗽。四叔四婶推门进来。这一院子的药材都是今天收的。都是今天收的。收这些得不少钱吧？花了10好几块钱呢。都是合作社给垫的嘛。英子哪知道钱小北撒过的谎，直接就给说漏了。都是他这2天采药卖的钱，再加上家里还有一点。我就知道没有那么好的事儿，不挣你钱就不错了，还能给你垫钱。一时间，屋内气氛有点冷场。于是钱小北开始寻找话题。四叔，这有半瓶药酒，你拿回去喝吧。四叔，药材收上来之后还得晾干分等，他往后就没工夫再上山采药了，手里现在就剩下不到10块钱了。四叔要是手头宽绰，用多少？四叔有个10块、20块就差不多够了。你小子咋知道我兜里就这20块钱的？说着，四叔把2张大团结拿出来甩在了炕上。四叔，等我倒腾开了，马上就还你。钱小北高兴的是有钱可以周转了，但更使他高兴的是2张大团结，四叔就这么毫不犹豫的甩给了他。走，回家。才说这么2句，咋就急着走呢？那咋的？你还想在这儿过夜啊？你个老六，就和我扯脖子喊这点能耐，干啥来了？你忘了呀？四叔恍然大悟，光顾着骂老娘们了，
差点把正事给忘了。你三姐捎来信了，说她家土豆子留多了，去了栽种，还剩了2麻袋，让你早点去拉回来，晚了就剩芽子不能吃了。那太好了，正好把我妈也一块接回来。交代完了事情，四叔和四婶径直走出门外。四叔，那酒一顿就能喝半两，可别多整啊。半两像拉尿似的，有啥意思？这点玩意儿都不够我2口粥的。这话钱小北是没听见，要是听见了，就算是追出8条街去，也得把酒给他抢回来。第二天一大早，院子里又围了一堆人，他担心着英子6个多月的身孕了，那个小玩意儿半空里悬着，万一哪股劲儿使错了再溜达出来，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坐一边，付钱就行，我来。正忙活着，钱小北突然看到一个略显佝偻的身影向院里张望着。英子，你去看看，好像是二大爷。二大爷钱晨年轻的时候也曾娶过一房媳妇儿，有过孩子，可后来孩子不见了。现在的二大爷孤苦一人，但对钱小北是真的好，就算是他最不争气的时候，二大爷呼几个土豆子都得惦记着给他送2个过来。二大爷，你咋不进屋？我看你们都忙着呢，给你还热乎着呢，给孩子吃。英子接过来一看，是2个窝窝头，英子心头一热，以后别往这儿拿东西了，啥都不缺，你自己留着吃吧。到了院子里，我听你四婶说这些东西都能卖钱，就给你们刨了点。二大爷，这东西我送到供销社，人家也是给钱的，我哪能白要你的东西？钱小北看了一眼二大爷2脚和裤腿子上的泥，心里一阵不是滋味，象征性的在秤上比划了一下。英子，给二大爷拿1块1毛6。钱小北故意说的有整有零，接着又向英子使了个眼色。英子会意，数了一把零钱，递到二大爷面前。啥？这点玩意儿能值这么多钱？你小子这么做买卖还不得赔钱？给你，你就拿着吧。说是给你们的，哪能要钱？我们也能卖钱，你这么大岁数了，哪能白要你的？英子撕撕巴巴硬把钱塞到了老头的兜里，看着二大爷凄凉的背影，自己肩上的担子里不光只有妻儿。全村人挖草根啃树皮，而他却能顿顿吃饱喝足，并且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要知道他可是全村有名的烂赌鬼。原来是钱小北重生回来，利用上一世的记忆收购中药材，到供销社换钱。第一天收上来的柴胡、苦参和桔梗，有些已经干得差不多了。钱小北正拿着一把洋叉，在那里翻动着已经干透了的苦参，并顺便分等。先别分了，洗手吃饭吧。你先吃吧，我今天得把这些分好集，明天早点送去，不然资金链该断了。资金链？钱串子，我说钱串子。我帮你吧。也用不多一会儿，你带儿子先去吃吧，这会儿得大哈腰，你这身子不行。儿子抱着他的大腿，像树塔一样吊着。快，跟妈妈去吃饭。快下来，你爸都没法干活了。这一拉扯，衣服上的一颗扣子，啵的一声弹飞了一个。钱小北一抬头，刚好看见圆滚滚的肚皮贴了上来，他丝毫没有犹豫，一把抱住英子，一张嘴贴了上去。干啥呀？快撒开，让人看见咋整？钱小北晃晃脑袋，表示着拒不服从。四叔四婶，你们咋来了呢？他被吓得赶紧松了手。这一幕行为艺术要是让倔四叔给看着了，背地里指定又得骂他老钱家的小子没种了。最关键的是不能让四婶看见。钱小北四处张望，哪里来的四叔，哪里来的四婶？这还是个会兵法的媳妇儿。刚把2麻袋绑好，恍惚间门外的黑影又出现了。钱小北没声张，突然端起半簸箕灰，猛劲儿扬了出去。哎呀，我的眼睛！哎呀妈呀！这不是三哥吗？这么晚了不睡觉，你这是玩啥呢？你瞎呀？没看着人吗？你看你这话说的，要是看着了，我能瞪眼睛往你身上扬吗？三哥，你咋还冒我家灰堆后边了呢？我撒泡尿不行吗？三哥，你这病得治啊！咋了？我看你都在那站了，足有半拉点了，也没拉出一滴大来，怕是病得不轻啊！明明刚才你还说没看见人，咋这会儿又说我在那站了半个钟头？造孽！2个人的吵吵闹闹，把英子给惊动了。哪里？这是咋了？三哥尿急，呲咱们家的墙根子，我一不留神扬了他一身灰。进屋里洗一把吧。三哥憋半天了，你别耽误了人家事儿，整出大病来，你给治咋的？这种人还是不往家里领的好。说罢，扶着英子就回去了。这号人，你得罪他干啥？你不知道，光我看见的，他就鬼鬼祟祟的来了2趟了，指不定又憋啥坏水呢。你都知道他憋着坏水呢，还搭理他干啥？像上回一样吓跑他就得了。媳妇，可不是我招惹他的，是他先把我贴的广告都给撕了。钱小北把之前的事情说了一遍，英子不说话，沉默了一会儿。那你也不该得罪这种人，你一天天的不着个家，剩我们娘俩，他要是来找麻烦怎么办？大白天的，倒不信他还敢把你俩咋地，我倒是怕以后送药的越来越多，
你这身子又越来越承受不了。媳妇，我想让二大爷来帮忙。那么大岁数的人了，咋好支持人家？不能白让二大爷干活，一天给他1块钱，怎么样？那还行，二舅在鹿场是正式职工，1个月才40块钱。咋了？给多了？哼，说啥呢？给二大爷钱，多少都不多。8点钟的时候，钱小北已经满头大汗的出现在了平安镇供销社的门前。远远的，王维忠嘴角叼着烟，哼着小浪调走进院来。一步将看见钱小北，王维忠正唱到节骨眼上的小浪调戛然而止。你咋来这么早？王哥，我这不是想你了吗？金儿这嘴是抹蜜吧？咋这甜？今天是干的还是湿的？王哥，今天全是干的，还是分好等的。那感情好啊。你这些里头有黄芪吗？王哥，刚开始收没收那么多样，我怕整乱了。那你也得把黄芪带上啊，那玩意儿根条粗，压秤还贵，9毛6呢。我记住了，王哥，回去我就贴广告。咦，你这苦参咋没有1等的？王哥，才刚收没2天，那些大粗根子还没干透，要是杨氏不干的就送来，不成了占社会主义便宜了吗？小老弟觉悟还挺高，差那么1星半点的问题不大，堆到朝阳坡2天办不到不就干了吗？王哥对我这么好，哪敢再给王哥添麻烦呢？这个小老弟能处，一样样过了一遍秤，算好了账，共计28块5毛3。小老弟，这是打我在这上班以来一趟卖钱最多的。王哥，你那张全一点的表格能给我1份吗？哎呦，我就1份啊。那就不用了，你先忙着，我先走了。等会儿你拿去吧，早点给我还回来就行。那可太谢谢王哥了，我回去抽空复印。哦，不对，复写1份，再给你送回来。王哥，今天我有点着急，等我下趟来的。哎呀，用不着那个，都说董长贵的姑爷书耍不成人，怎么看着不像啊？这一天天的正命似的干活，像个毛驴子似的，他哪有功夫耍钱？钱小北赶到家的时候正好晌午，二大爷正站在院子里摇着秤，英子去算账付钱。快点的吧，就剩几张小票了。钱小北赶紧把那沓子钱都掏出来，给了英子。这是多少？28块5毛3。卖这么多？下趟更多。二大爷，累不累啊？累了你就歇歇，我替你一会儿。少整那虚头巴脑的，快去吃点饭吧。二大爷生性倔强，犟到一句满含关爱的话都说得劲力十足。那我赶紧吃，吃完了我就走，赶黑钱再送一趟。这一趟他准备少带些苦参，多带点值钱的东西，以便周转。吃完了才想起来，媳妇，你和二大爷说让他帮忙了吗？说了，他可乐喝了，还说不要钱，咱到时候可不能不给啊。行，到时候你给，晚上别让二大爷走了，我买点好吃的回来，让二大爷喝一口。好。一会儿你抽空带孩子去四叔家，让他们晚上也一块来家吃饭吧。能来吗？你就说让他俩帮着干活，顺便还钱，要是不来钱就没了。你让我一个侄媳妇儿跟叔公公说这话，你看着办吧，反正请不来就是你的事。走喽。你这又来一趟，这是有几个媳妇要养活，这么拼命？王哥，来送药材的越来越多了，我不多跑2趟，钱脑疼不疼？王哥，这玩笑可开不得呀，别再把我给送进去。他清楚的记得，就是这2年，有人因为作风问题出事了，好家伙，光重上的就3、4个，妥妥的流氓罪，没等到秋后就给嘎崩了。有外人的时候，咱哪敢说这话呀？过了秤，这次共计48块3毛5。收了钱后，钱小北直接就进了供销社，购买了大米和肉等一些物品，又给王哥买了一条香烟，便回去了。这个男人每出去窝一次尿，账户就会多出100万元。支付宝到账100万元，而他整整窝了108次。就这样，他还不满足。而这个男人就是重生回来的钱小北，在一次窝尿的时候，发现庄稼地里的遍地杂草都是中药材。这我要是全部挖掉，他们还不得感谢我8辈祖宗呀。就这样，他利用上一世的经商头脑，开启了收购药材之路。钱小北回到家的时候，天快黑了。见了钱小北，二大爷始终悬着的一颗心才算放了下来。明天可别这么起早贪黑的了，多让人不放心。二大爷，没事的，我还年轻着呢。媳妇，我来做饭，你去李德福那打2斤酒，慢点走，不着急。钱小北忙活了起来，这顿晚餐十分丰富。看着桌子上一盆肉，咋的？这日子是不打算过了呀？看不惯你就一口别动。钱小北看着四叔2口子打嘴仗，这老2口子的语言艺术，别人不需要懂。酒足饭饱之后，大家都各自散去了。媳妇，咱们还有多少钱了？加上四叔那20，还能有50多吧。
那我明天还得跑一趟平安。50多也够明天一天用的了，就先缓一天吧。光够明天的不行，后天去接妈一去就得1天。明天这几十花完了，后天不是又没着落了？经商几十年的钱小北极度重视信誉，乡亲们来了拿不出钱来，欠1天倒也没啥，但他不想那么做。媳妇，明天我要是醒不过来，你记得叫我。说完便呼呼大睡了。钱小北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隐隐的听到院子里有人说话。这些天他真没出去耍钱。四叔，他天天不是上山采药，就是往平安跑，一天不着闲，哪还有功夫玩啊？这人要说变也真是快哈！不行，明个儿我得上坟营地看看去，是不是老钱家哪块坟冒清气了？四叔啊，咱可不带这么折腾老祖宗的。四叔，你咋来了？咋地？帮工还有错了？这都分好了，怎么不装起来呢？掌柜的不发话，咱也不敢动啊。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看咱四叔这小词，一套一套的。导演，这要给加个鸡腿哟。是我找四叔来的，今天这趟就麻烦四叔吧。四叔，今天不用你去了，你在院里给我搭个锅台吧，就按着12人锅搭就行。屋里有锅，你还搭锅台干啥？再说了，干啥呀？使那么大的锅？搭个锅台，对四叔来说那就是小菜一碟儿，人家这手把砌墙那可是拿墙角的手。你就搭吧，我有用处。干啥还不是干呢？听掌柜的就是了。到了供销社，7、8个麻袋逐一过秤，总共卖了169块8毛9。这一趟可是真没少卖钱。王哥，去了底子钱也没剩多少了。具体赚了多少，钱小北心里明白，但生意场上能说的说，能不说的就不说，能说能不说的最好不说。来几趟平安了，不上老丈人家看一眼，终归不是那么回事儿。1块肉，2包槽子糕，2瓶烧酒，2瓶陶罐头，这4样礼是买给老丈人的。尽管他知道老丈人看不上他，董长贵的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端着文化站长的铁饭碗，家里还分到了责任田，儿子还当了人民教师。钱小北从老丈人家出来，经过供销社大院时，正好看见了3湾子。你来干啥来了？舅，我来看看你还不行啊？不好好在家干活，老往镇子上跑，喝得一身猫尿味，还好意思说来看我？舅，我们三合铺那个姓钱的，是往你这卖药材了吧？咋了？我也想收药材，你看行不行？看着眼前的亲外甥，王维忠的眉头拧出了一朵菊花。啥你都想干，干啥都2天半新鲜的，消停眯着吧，让你爹妈省点心。就算你们老刘家烧高香了。舅，你看你这话说的，他钱小北都能干，凭啥我不能干？再说我亲娘就在这把着秤，还能亏了我吗？行，我不小瞧你，你明天给我送来点我看看。还有，以后缺德事少干点，不然别说我不认你这个外甥。舅，我那不也是为了帮你家我哥吗？少特么跟我提这事儿。怎么回事？3湾子是王维忠的外甥，那顶替我当了放映员的王胜利，不就是王维忠的儿子吗？上一世的钱小北就是电影放映员，后来因为电影干倒塌压伤村民，就被开除了。再后来他就离开了三合铺，所以前世他还不知道这其中的关系。钱小北一边琢磨着这件事，一边往家赶。回到家的时候已经下午2点了。钱小北老远就看见院子里一群人把二大爷围在了中间，正要进院，却被人叫住了。钱小北，钱小北，干啥？我没功夫。不是找你玩牌九，找你有正经事儿。啥事？快说，我着急呢。你能不能借我2块钱？1块，1块也行。咋地？又输了？不是，我妈脚脖子崴了，下不了地儿，想给她买点3、7片圣经红药啥的，捞个头子她不赊给我。钱小北反复打量了一下二狗子耍钱人的把戏，他太懂了。没有，卖药材这2个钱儿，收药材还不够呢。哦，没事，我再找别人看看。二狗子的眼里一丝失望掺和着愧疚。等等，钱小北掏出了一张绿色纸币递了过去。有了就抓紧还我这也是5马岛6洋的买卖，钱也紧。多年的商界打拼，钱小北见识了太多的人和鬼，他看懂了二狗子的辛酸和无奈。再说拿自己妈妈的身子撒谎，这事儿一般人干不出来。钱小北手里一沓子钞票，看直了二狗子的一双眼睛。这都是你卖药材挣的？有没有啥我能干的？我白帮工。赶紧买药去吧，硬伤还敢挺着。好，过2天我有了立马就给你。英子看到了钱小北，也看到了二狗子，一张小脸瞬间粉嘟噜的耷拉了下来。钱小北，快过来帮我干活。钱小北跑到了英子身边。二狗子干啥来了？没事，路过。你咋才回来？这钱马上就供不上6儿了。钱小北扫了一眼人群，不光是本村的，居然还有3里之外水泉子的，眼睛一亮，急匆匆把一沓子钱和单据都塞到英子手里，跑屋里去了。院子里，英子看了一眼票据，又把钱子仔细数了2遍，皱紧了眉头。这咋差10多块呢？是不是二狗子一勾魂？他
他又动心思了，10多块钱的本钱，这局可不小。旁边二大爷把英子的表情和动作看在眼里，想让蛆不带屎味儿，可得让他离粪坑子远点。二大爷说完，接着腰秤去了。英子默默点了点头，心里又记住了一句名人名言。没过多久，钱小北出来了，贴好了广告。趁着人都把广告打出去，是正经事，更何况还有相邻屯子的人在，那宣传面不是更大吗？呀，这又新加了这么多样。钱小子，起字不印字儿，你给念念呗。之前有的我就不念了哈，大伙都听着点。我说说新加的这些爱好：2分5一斤，小根蒜，不管大头小头，都是5分钱一斤。婆婆丁，连根带叶都要，不带土不带泥就行。4分5一斤，扁絮就是这个扁珠芽，3分1斤。桔梗都认识吧？就腌咸菜那玩意儿，1毛5一斤。七婶听了兴奋起来。哎呀妈呀，扁珠芽也是药啊！这玩意儿俺们家院里就能划了一麻袋。那你还不麻溜儿往家跑？你这一抄抄，一会你家院子里准保得一院子人。人群一阵哄笑。七婶听了，猫起小腰一溜烟往家里跑去。这一会儿老头子把老母猪放出来，咔咔一顿造，一顿都能让他炫进去2毛钱。我要不择手段的疯狂的去追逐钱，我切肤之痛的感受到，我的命运之所以悲惨，原因只有一个，没钱。此时门外传来一声吆喝：豆腐，哎，嬷嬷，叫我。钱小北听到李豆腐酱的声音，皱着眉头寻思了一下，突然奔向了院外。你站住，干啥去？妻贤夫祸首，子孝父心宽，这话说的没错。我和豆腐酱说点事儿，你放心吧，我不给你惹事儿。英子半信半疑，也来到了车跟前。不是哥说，这欠账不过小年的规矩，你钱小子也不是不知道。你这点豆腐账都过了1个整年了，李哥也算对你够意思了。李哥，100多斤黄豆，没多少钱，就这几天，等周转开了我给你现钱，钱都压在收药上了。那我就再容你几天，你可得抓紧啊。李哥，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准保不带差事的。李哥，你这一天得跑多少个屯子呀？3、4、5、6个吧，没准。豆腐不好卖的时候，20里外的黑瞎子沟和3丈岭还去过呢。一听豆腐酱说到黑瞎子沟和3丈岭，钱小北两眼放出金光。那可是真正的山里啊，交通闭塞，消息不灵通，老百姓是买啥啥贵，卖啥啥贱。李哥，咱俩合伙干点事呗。啥事？让我推牌9看牌，我可坐不住。那些事我哪能找你？李哥，你这天天在外边跑，回来就空车回来了，浪费资源，不如帮我在各个村里收点药材，我就按我收购价的5%给你，你看怎么样？5%？那就是卖给你100块钱的药材，我就能挣5块钱呗。你看看，要不说买卖人脑瓜活呢？100块钱的药材还不得装我1大车呀？能挣多少钱？李哥，你好好宣传宣传，挑桔梗、苍竹、黄芪、黄金和柴胡这种贵的收，这一圈赚下来，划拉个3、4块钱还不跟完似的。真要是一天能挣3、4块钱，那我还起早贪黑做豆腐干啥？做1包豆腐也挣不几个钱，我试试吧。你试一下就知道了。院子里，二大爷正在把钱小北分好等的柴胡往麻袋里装。今天这一车卖了多少钱？钱小北故意冷落着脸子，没卖多少，没卖多少，总得有个准数吧？没个正经，跟二大爷说话还着3不着4的。二大爷，你别听他的，今天卖了快170块钱了。啥玩意儿？一口气吸得太用力，扬起的柴胡沫子呛进了气管子里，辣得他咳了半天。二大爷，以后卖的钱得一天天见长，你可别老是这么激动啊！再有个3场，破车嘴，啥都说。二大爷还能生我气咋的？二大爷是不是不生气？我要是真有个3长2短的，看谁给你干活。这时四叔好歹算是把锅刷出了的大概走过来。哎呦，这锅到底是谁家的？一看也不是啥正经过日子人家，整这个埋汰，我老丈人家的。喂，哎呦！四叔一张老脸瞬间涨得通红。小兔崽子，你咋不早说？怕啥？骂亲家不是伟大民族的优良传统吗？去接老妈可得早点，来回得60多里。天刚蒙蒙亮，钱小北就上路了，先到了供销社，一样一样的腰完了秤，合计又卖了269.5块，便转身去了供销社，又买了1块肉、10几个苹果、2瓶酒、10根大麻花，又给三姐夫买了1包茶叶，最后又给王哥来2盒恒大香烟。赶到三姐家的时候正好晌午。老儿子，你咋来了？钱小北静静地看着眼前这张满是皱纹的脸，季兰凤一辈子要强，被三姐以帮忙看家为借口才接走的。妈，我来接你回家。这一句话刚出口，就在南忍俊眼前一片模糊。
英子咋样？大显怀了吧？扣都崩飞好几个了。娘俩正说着话，三姐走了出来。有啥话快进屋说吧，大赏5头子的，不晒得慌啊。三姐，我三姐夫呢？一天天也不着个家，老邢大哥家打井呢，又帮工去了。你咋买这些东西？这得花多少钱？你哪来的钱？三姐，卖药材挣的。那也得省着点花。来我家还买啥东西啊？马上就6天人口了，哪都得用钱。三姐给孩子买的，也没花几块钱。中午吃完了饭，一袋子土豆装上了车后，告别了三姐，早早拉着妈返程了。一路上，季兰凤问了好多家里的事，通过和儿子的闲聊，发现自己的老儿子真的变了。季兰凤欣喜至极，自家小院里的热闹景象让季兰凤瞪大了眼睛。这个小院本是钱小北大爷钱军的，钱军从军回来后就落脚在了大城市，这座房子一直空着。钱小北家的房子被迫卖了以后，就借居在这里。快看，你奶奶回来了！钱多站在那里，瞪大眼睛看着季兰凤，连忙抱起孙子，吧嗒吧嗒的亲了起来。奶奶，你冷不冷？我给你捂呼捂呼手。季兰凤带着钱多，满院子这瞅瞅那看看的。钱小北一看，这小根蒜还真是没少收，活了几10年就知道这玩意儿能蘸酱吃，还头回听说是药材呢，叫啥名？大夫开的方子里也没有小根蒜这几个字。谢白，是挺白。春天翻地的时候，犁杖一过，满垄沟子漂白一片。这东西在地里晒2月，下点雨都照样活过来。想晒干它，可得些天。有招！一锅开水，放入小根蒜，煮到半透明状，捞出晒干即可。钱小北走在三合铺的正街上，路过刘忠家大门口，他停住了脚步。这3间砖房正是他原来的家，出事以后急用钱，被刘忠捡了便宜。钱小北正琢磨着，就听见有人说：“这可真是向钱想疯了，猪肉才1块7、8一斤，他一个到架子牛还卖2块钱1斤，可不咋地。我听说这牛去年冬天到他们家以后就没正经吃过草，瘦得跟个螳螂似的，那点碎肉都是从骨头上硬刮下来的，那肉指定得发柴。这牛要是没点老病根，人家能那么便宜卖给他？头年这2头牛牵回来的时候，那家伙把他给嘚瑟的满大街吵吵，说又捡了个大便宜，这回好砸手里了，活他妈该！倒架子牛不吃草。”钱小北的心连着肝动了一动。刘叔杀牛了。刘忠抬眼一看，见是钱小北，又低下头去，一把尖刀恨不得把牛肋巴骨刮出火星子来。这肉咋卖的？2块钱1斤，不赊账。现钱啊？没事，有钱那我来2斤吧。2斤要哪块？这肉咋这么碎呢？刘叔，这类8条子咋卖？你想要的话，5斤给你算1斤肉。刘叔，你这刀法真是高啊！这刮的是一点肉都没有了，我拿回去有啥用？磨头子呀！刘忠听钱小北没一句正经嗑，瞟了一眼后不再理他，又去剔他的肉了。钱小北看到桌子上一副鼓胀胀的牛胆，这一看他的心里有谱了。一般的牛胆先重1斤左右，这副胆没有3斤也足有1500克。刘叔，你这下水咋卖的？你到底要买啥？不买别在这耽误我功夫。你要买的话，也给你5斤折1斤肉钱，要不要？要了。刘叔，你给我把牛肚子翻了吧。这一下子老把刘忠给难住了，身后还有几个人等着买后腿肉呢。要是给他折腾完这副老长老肚，一手焦黄腥臭的，给人家再去称肉，谁能乐意啊？刘忠权衡再三，要不估个堆，你看着出个价，回去你自己收拾去吧。刘叔，你出个价吧。给5块钱，你拿走。啥玩意儿？刘叔，这点破下水要我5块钱，你这也太黑了吧？还得我自己收拾，顶多3块、4块。刘叔，你要是诚心卖，我再给你添5毛钱，要是不行，可就拉倒了。你拿走吧。此时钱小北的一颗心，这才算彻底放入了盆骨里。刚出院门，迎面碰上了3湾子和王胜利，这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阿伟已经死了，你挑的吗，偶像？段坤会吃定了，耶稣也留不住他。我说的。接上集，钱小北买了牛下水，刚出院门就碰见了3湾子和王胜利。咋不买点肉呢？这玩意儿腥臊恶臭的，咋能吃得下去？我儿子都不吃。哪有那闲钱吃肉啊？能吃上1口下水就不错了。钱小北一边应付着，一边在心里暗骂。王胜利一只油亮的公文包夹进腋窝下，一只手捂住了口鼻，向后退了2步，1步没站稳，几个360度大回旋，转得像跳蒙古舞一样，摔倒在地上。钱小北强忍着笑意：“3湾子，领导干部都摔倒了，你倒是搭把手啊！你这人民群众当的可是不及格呀！是非之地不可久留。”钱小北说完，弓着腰往家里走去。买这玩意儿干啥？看着一堆心肝肠肚，纪兰凤皱起了眉头。你小子这又是给我找活干呢？二大爷儿会点杀猪手艺，翻肠倒肚的活儿他在行。钱小北谁也没搭理，拿手轻轻捏了捏牛肝上的胆囊，点了点头。二大爷，把门挂上。
四叔拿剪子，媳妇找点干净棉花，还有大马针。四婶打2盆清水来，再拿一个2大碗。钱小北夹着12分的小心，如考古一般，从牛肝上慢慢的把牛胆和胆管分离出来，一副牛胆在2盆清水里涮了几次，清理干净血污和油污后，一只大的夸张的泛着绿光的胆，2大碗里都要放不下了。难怪这牛前2天把老孙头他孙子给顶了，原来这么大的胆子。钱小北用剪刀把胆皮豁开了一点，2粒小石头样的东西从里面咕噜噜滚了出来。牛黄，大家都知道牛黄是不易得到的宝贝，有的人杀了一辈子牛都碰不到一次这好事儿。听人说这玩意儿不是长在牛肚子里吗？咋跑苦胆上来了呢？牛肚子是装实的，哪能出这么好的东西？好好看你的得了，别老瞎巴巴。四婶刚要发作，别说话，做手术呢。此时的钱小北正在小心地从胆囊里往外挤着牛黄，噼里啪啦，牛黄入碗的声音在钱小北的耳朵里，无异于大猪小猪落玉盘般美妙动人。这是上天看我重生不易，接连我的妻儿老母，给我们送钱来了吗？ Oh my god！ 这得多少啊？钱小北又顺着胆管摸了起来，挤了半天，又挤出几颗管状的牛黄，边角俱到地完成了取牛黄的工作，又拿棉花逐粒包好，裹进了包袱皮里，交给了英子。媳妇，放到阴凉地方，千万保管好。这好像得有1斤多吧？能值多少钱啊？这东西质地轻，干了就没那么大的分量了，价值嘛，可比黄金都值钱。80年代的黄金哪是普通老百姓能挂在嘴边上的？同理，黄金的价格哪是普通老百姓能关心的？妈，一会儿你8成得吃点苦。白特么从小疼到大，值钱玩意儿给媳妇了，苦给他妈吃。另一边，大姑父，这耕地的大牲口怎么还杀了呢？长该死的病了，再不杀就寿没了。啥病啊？一口草也不正经吃，光滋溜滋溜喝水，5更半夜猫猫不的叫唤，眼珠子是红的，还老拿脑袋比划人，一来气就让我给宰了。王胜利听了，突然想起在县里参加学习的时候，听那些搞畜牧的同班同学讲过关于牛黄的事情。这头牛的特征不是和他们说的一样吗？大姑父，牛胆在哪呢？我看看。牛胆，钱小子买下水都让他一块包走了。大姑父，你咋让他给拿走了呢？那牛胆里好像有牛黄。你咋知道的？我听别人说的，半夜叫唤，不吃草锅喝水，眼珠子还发红，这样的牛10有8九是长了牛黄。这可咋整？都卖出去了呀，还能找人家要回来吗？别着急，我来想想办法。老弟，你和我去他家一趟。哥，你要去老钱家吗？真要去吗？哎呀，别磨叽了，快走吧。王胜利说完了，头也不回的先走了。王书记来了。王胜利，平安镇团支部书记，班子里最年轻的干部。领导都是无事不下乡，王书记来我家是有事吧？我很幸福，我很幸福啊。这不是我妈病了吗？老中医给了一个偏方，得用牛肝和牛胆。听说大姑父杀牛了，我就急3火4的跑来了，到了才知道被你给买走了。对上号了，且看看你的肠子有没有3湾子的弯吧。我寻思着看你能不能匀给我1片干叶子，再把那苦胆给我。你刚才花的钱我给你出1半。行啊，领导干部就是领导干部，和咱们老百姓真是心连心呐，一点老百姓的便宜都不占啊。说着抄起刀，一叶牛肝切了下来。王书记，就是这胆不全乎了，没啥影响吧？一听这话，王胜利心头一惊。别是这小子发现了吧？咋不全乎了？你弄破了。我妈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人家说胆汁能治，我就把胆捅了个窟窿，给她挤点胆汁，泡了点酒。纪兰凤知道是时候该她表演了，于是端起碗来，强忍着又腥又苦又膻又辣的味儿，喝了一大口。哎，这老儿子可真是他妈亲生的呀！王同志，胆在柜盖上呢，你自己拿吧。王胜利往柜盖上一看，又乐了。一颗鼓鼓囊囊的牛胆，看到了目标物还在，王胜利痛快地掏出钱来，翻出1张2块的，递了过去。钱小北接过了钱。王书记，给我1块7毛5就行了，这么大张的我也找不开呀。要不这钱你还是拿回去吧，这点玩意儿值不了多少钱，就算了吧。那可不行，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可是我们坚持了多少年的光荣传统，你可不能让我犯错误啊。那几毛钱的事儿就算了吧，就当我们干群之间联络一下阶级感情了。王书记，你可真是个大孝子啊！这是什么话？给你5毛钱就成了大孝子了？我说的是领导干部给他妈找偏方治病的事儿。王胜利并不介意被占了点口头上的便宜，端起了柜盖上的大碗向外走去，直到2个人没了影儿，一家人终于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哎呀，我的妈呀！
我这儿可是笑死我了，一片干叶子加一个假苦胆，硬是换回2块钱来。可不是我占他便宜，是他们不识货。真要是别人家的便宜，我还不一定下得去呀占呢。当年他们坑我的时候，手软了吗？哼，从刘忠那狗人性来看，跑不了他卖切糕的。我一看见那房子就生气，让他给我等着，迟早有一天我新钱的还得住回去。当年钱家最缺钱的时候，刘忠张罗着给借了500块钱，高利贷，钱刚到手没几天，刘忠就跑来说借给他钱的那家出事儿了，必须得还。无奈之下，钱家只好把房子低价抵给了刘忠。事后大家伙都说根本就没有那么个人，钱就是刘忠的，都是他刘忠做的扣。有种，钱小子搬家那天，二大爷给你打锣放炮。二大爷，你且等着吧，指定不让你失望。我看你从牛肚子里掏出来的那些玩意儿，好像和苦胆里的牛黄也没啥两样，咋那个就不是呢？二大爷，看着一样，那成分可差太多了。胃里的是牛铁毛的时候吃进去的毛团子，消化不掉又排不出去，时间长了就形成结石了。要不然我能给他。原来王胜利像宝儿一样捧回去的胆囊里，都是钱小北从牛胃里掏出来的胃结石。你好坏哟，我好喜欢。再坏，能坏过刘忠和3湾子去吗？将来他要是把这玩意儿真当牛黄卖了，那不是坑人吗？二大爷，你就不用替他们操这心了。你以为都像他们一样睁眼瞎吗？这么贵重的东西都是有专人用专业的仪器做鉴定的，他想坑人都坑不了。那还成，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你啥时候懂这么多的？猛然间被英子一问，钱小北愣了一下。在省里学习放电影的时候听别人说的。英子心中疑惑，皱了皱眉。今夜星光闪闪，我害你的心满满，想你一晚又一晚，把害你的心都装满，想知爱情的苦，你做我的小公主。王胜利和3湾子提着一片干叶和苦胆，满心欢喜地回到了家。真拿回来了，你小子可真有能耐，咋办到的？大姑父，一个乡下小子能见过多大的世面？我要是晚去一会儿，这点好东西都得让他给糟践没了。3湾子神采飞扬地讲着这场智斗的过程，刘忠边听边不时竖起大拇指。王胜利一边喜滋滋地感受着，一边把胆囊中的牛黄倒进水里，拿水冲洗了数遍。刘忠看着那10几颗大大小小的颗粒，乐得合不拢嘴。这么多，这得值多少钱啊？我去年在县里学习的时候，听他们说这东西一克就是80多块钱了，而且一年能涨好几回价呢。1、2、3、4。大姑父，你查啥呢？我看看能值多少钱。这你能看出来？你不是说一颗80多块钱吗？我粗略算一下。妈呀，这点玩意就值1400。大姑父，是一克，不是1颗。论克，这还不得有2斤呢，那可就是1000克了。刘忠的心里又在默默地计算着，个10百千万对着号。这么多的钱，都快抵上3合铺1年的公粮款了。哥，这玩意儿得上哪儿卖去呀？先别着急，等我找个懂行的人，先给估个价再说。王胜利得意地笑了笑，让刘忠把牛黄收了起来。酒桌上，3湾子趁着刘忠喝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提起了收药材的事情。他硬把王胜利拉来，就是想让他帮忙来说服刘忠的。大姑父，保住有这个想法，我觉得挺好。这终归也是为社会主义做贡献。再说，有我爸在供销社坐镇，还能亏了我弟吗？胜利啊，我就怕他3分钟热情，过了这个就又不着调了。大姑父，你知道这收药材的力有多大吗？上山挖药的事儿，小时候也没少干，一天累死累活的，也卖不了几个钱。大姑父，你错了。来之前，我特意问我爸了，那个姓钱的他是收了尸的之后，加工过后再卖，立刻都快翻一番了。真有那么大的力？听我爸说，光今天他就卖了小300块钱。3湾子见刘忠有些动摇了，赶紧趁热打铁。爸，把钱小北全家抠遍了，也不见得能拿出5块钱来，可就这几天的功夫，就能让他给折腾成这样，你笨想也应该能知道是咋回事吧？大姑父，我看好他这个事儿，你不妨让他一试，干好了就当事业，干不好也不搭啥，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刘忠虽然打心眼里反对，但王胜利的面子他得给。我可告诉你，你可别指着我给你拿钱，最多我能给你出50块。大姑父，那就这么定了。如果周转不开，我来帮他想办法，你就放心吧，大姑父，我来监督他。刘忠这才高兴起来，又想起了那包能顶3合铺总产值的牛黄，越发欣喜。次日，钱小北和纪兰凤刚到供销社院外，老远看到王胜利和3湾子正和王维忠说着话，便把牛车停了下来。就剩这么2胯子远了，咋不走了呢？磨磨唧唧的，等着敲锣打鼓出来接你啊！钱小北赶忙示意老妈不要出声，只是纪兰凤这一嗓子早被3湾子给听去了，扯了扯王胜利，
从供销社的后门走了。妈，王胜利他爸，你认识吗？好像是见过，记不准了。妈，那一会儿你就假装不认识就行。进了院子，王哥，今天精神不错呀。老干棒子了，哪还能和年轻人比？今天又没少拉呀。把前2天收的都给拉来了，家里都空了。空了可得抓紧收啊。刚才几个人的对话，钱小北隐约听到了几句，也看到了三湾子手里攥着的价格表，他什么都明白了。如今看到王维忠对自己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变化，而且还督促自己努力，不禁感激地朝他望了一眼。大哥是个实惠人，能处。一番忙碌下来，又卖了319块4毛钱。看着儿子手里的一沓钱，纪兰凤美滋滋地看着，眼睛眨都不眨一下。300多块钱，这要是搁在以前，一家人大半年的工分啊！妈，你拿这10块钱去供销社，花不完别回来。虽然手里的钱对他来说并不算多，但毕竟是有钱了。有钱了那就得神豪一把，必须让老妈亲身感受一下花钱的痛苦。王哥，马上月底了，这都忙起来了哈。可不咋地，又分等又装袋子的，折腾死个人了。着啥急？慢慢来呗，弄不完还有下个月呢。那可不行，后天县里的大车就来了，交货的时候里一半外一半的，又得挨批评了。后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钱小北暗暗记下了这个日子。王哥，我那开始收黄芪了，我看别的药材都没有备注，就黄芪的后边一堆的备注，还让暗等捆成小把。黄芪的要求怎么这么高呢？药材好，用量大呗。听县药材公司的李同志说，这玩意能提气，我这不也泡了点。他说什么人到中年不得已，茶水杯里泡黄芪，也不知道能不能管点事儿。王哥，这东西最好拿蜜制一下，炒它焦黄的才好。下回来我给你带点。钱小北许下承诺后，又不经意地问了一句：王哥刚才说的县药材公司的李同志，就是每个月来验制提货的吧？对，就是他。用不用我给你介绍介绍？王哥，不用了，隔着锅台，咱不上炕。哪有那么多讲究，都是给公家干活。正说着话，纪兰凤回来和王哥告别后就回去了。还没进村儿，母子俩就听见大广播喇叭里传出刘忠的声音：老少爷们注意了，注意了哈！说个事儿，为了响应上级号召，平安镇供销社土产部委托刘宝柱在三合铺设置的地产药材唯一收购点，全都现金支付，不扣秤不压价。另外再说个事哈，义务工没出全的都得上点线，抓紧到东风水库去做护坡，把义务工都给我补齐。你真要是因为家里有事脱离不开，或者是向国家交药材这种大事，往后拖2天也就拖2天了，别的借口就不要找了。下边我把收购价格给大伙说一下，都找个笔记下来一点。钱小北一边听一边微笑着，该来的总是不会迟到。老儿子，他们家也收药材了，这可咋整？妈，你着啥急啊？咋能不着急？争嘴的买卖不好做了呀。妈，不用着急，钱又不是咱一家挣的，信你收，还不信人家收了？那你能抢过人家吗？妈，你就放心吧，我嘴快还不怕烫，他抢不过我。自家小院还是那么热闹，二大爷正在给李豆腐酱腰秤，英子在旁边等着付钱，一切井然有序。大喇叭里喊的，你听着了吗？听见了，咱们该干啥干啥，不用怕他，他影响不着咱们。看着乐呵呵的钱小北，英子的心却是没法安定的下来。怎么会没有影响呢？女人每次去洗澡，窗外总会趴着一个年轻人，并且身后还跟着个老头，这一老一少也不偷看，而是拿着镐头在地上一顿乱挖，不一会儿就挖满了1牛车的绿色植物。这就是中药材羊蹄叶，和黄芪类似，可替代大黄作为泻药。而这个年轻人正是重生回来的钱小北，利用上一世的记忆做起了收购药材的买卖。而村长和他的儿子也收起了药材，并且利用村长的身份威胁村民不准卖药材给钱小北。第二天，钱小北照例又往平安送了一趟药材，回来时挖了一些羊蹄叶，半遮半掩地装进了麻袋里。他没急着回家，而是去了三湾子家。三哥，你这没少收啊。别说，三湾子干的还真不赖，第一天收就有成果了。院子里东一堆苦参，西一堆玉竹，啪啪坟一样，总有5、6堆了。三湾子搞不明白钱小北所为何来，就随口应了一声：才开始，也没收多少。三哥，你这黄芪怎么不绑起来呢？刚收上来就绑，都没干呢。这玩意儿就得趁湿绑，等干透了一掰就断了。再说干透了，那得掉多少分量啊？钱小北看似有意无意的一番话，把三湾子听懵了。这什么情况？他会这么好心的点我？我舅舅都没他这么上心。三湾子的脑海里想了77108种的可能性，终于想明白了。这特么是给我下套来了，捆好了晒，外边的干了，里边的不干，到时候一入药材公司的库，那还不得五掌毛了？药材公司追查下来，我不就摊上事了吗？这小子还真特么的阴。
那缺德事咱可干不出来。好吧，你是正派人。说完，转身就要离开。临走时，你收的黄芪可真纯哈，一根插样的都没有。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更何况他可看到了钱小北车上藏的几根羊蹄叶子。舅舅给自己的收购表里也没这玩意儿呀，他整这东西干啥？三湾子突然想到这玩意和黄芪有7、8分像，他肠子里那几道弯开始加速蠕动起来。于是他把帮工的于德水叫了过来。于德水和三湾子要好，人如其名，一肚子坏水，一天游手好闲，拿三湾子当大哥敬着。一会儿你拿点药材上老钱家卖去。哥，那是图啥呢？让你去你就去得了，看看他们家的黄芪里边有没有这玩意儿。明白了哥，我这就去。于德水拎着一捆子苦参，转身朝钱小北家走去。钱家的院子里，四叔正捆着黄芪。见于德水进院，四叔忙抡起一条麻袋，把身边的一堆东西搁了起来。趁二大爷约秤的功夫，于德水眼睛往麻袋底下瞟了一眼，遮盖不及的羊蹄叶和根子被于德水看了个真切。拿了5毛6分钱的于德水心满意足的走了。但是发生的这一切都被躲在屋里的钱小北看得一清二楚。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你看准了吗？那还能有错？小时候闹饥荒的时候，我吃过这东西，吃完了直窜稀，印象太深了。难怪这小子这些天趾高气扬的，原来钱都是这么挣来的。第二天一大早，三湾子急急忙忙地跑来找王胜利商量。他真的敢这么干？我眼睁睁看着的，那还能假得了？那他可是自己找死了。王胜利的眼里一丝寒光闪过，三湾子都被他的眼神吓了一跳。哥，你要干啥？保住啊，咱可不能学他，可不能干损害公家利益的事儿。哥，那就眼瞅着他这么容易的把钱挣了，他爱干啥那是他的自由，咱们得做到问心无愧。再说了，要是让你就知道了，还不得收拾死你啊！三湾子缩了缩脖，不作声了。王维忠的脾气他是领教过的。那年与钱小北有关的那件事被王维忠知道了之后，差点没把哥俩给骂出尿来。从此他再不敢轻易招惹这个亲娘舅了。但这点事儿要是就把他难为住了，那他还是三湾子吗？到了供销社后院，舅，我看那黄芪还得分成板，要求挺高啊。这些药材说起来也都是草根子，万一要是不注意混进去点别的东西咋办？眼睛瞎呀，还能看错？舅，我不是说万一吗？一星半点的免不了，看着了一定得挑出来，看不着的那就讲不了了。一句看不着的，那就讲不了了，启迪了三湾子的心智。只要做到和钱小北一样巧妙，不就没人看出来了吗？月末，钱小北早早的就到了平安，他没有先去供销社，而是奔了平安镇唯一的饭店，10分钟后才钻进了供销社。今天是县药材公司来拉药材的日子，这对他来说很重要。今天来的挺早啊。王哥，今天来镇上办点事儿，一会儿要请人吃饭，就早走了一会儿。一边闲聊，钱小北竟然把一袋子黄芪倒在地上，开始捆起把来。兄弟，你这咋还把战场摆到我门口了呢？这老娘们儿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让他帮着装个车，把一袋子没捆的给我装上了。那你得手脚麻利点，以往李长风李股长中午之前就到了。没事，我也不指着县里的人给我钱，我就认你王哥。好，那你慢慢绑吧。王维忠并不知道，这都是钱小北有意而为之。磨蹭到快10点了，终于听到了一阵轰鸣声，一辆大东风开进了院子，车子停稳，车上跳下了2个人。老王，这个月有多少？李同志，得有快2000斤了。先让小孙验验质吧。这个月怎么突然这么多？听到2个人的对话，钱小北突然心头一动，怎么这么耳熟？抬头看去，彻底绷不住了。这哪里是什么李长风，这不就是自己前世收药材认识的齐大雄吗？前世齐大雄靠着从深山里往外倒腾野生的熊掌鹿茸发了财，但在一次交易时，刚接过钱就被森警给堵了个正着，最后被判了个12年半。现在从精神面貌上看，齐大雄想必是已经发财了，连性命都有备用的了。小同志，你这活干的也太细点了吧？要求在那摆着呢，哪敢有半点马虎？李长风默默点了点头。远远的，小孙喊了一嗓子：“李股长，查完了，没有问题，现在就装吗？”装吧，这么多，又够忙活一阵子的了。李股长，我帮你们装吧。你干你的活吧，挣着供销社的钱，帮我干活算咋回事？没事，人多力量大。李长风又要说话时，钱小北已经钻进了仓库。老王，这小伙子还挺会来事儿的，是正式的还是雇的？你说小钱呀，他不是我们社的，是来卖药材的。这么说来，这小同志何止是会来事儿，是正经会来事儿呢。不一会儿，连过秤带装车很快就完成了。王哥，正好赶上晌午了，你也不说留人家吃点饭。王维忠没想到钱小北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才好。这小子是咋想的呢？
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供销社可没有留人吃饭这规矩，难道你让我自己掏钱请客？吃啥饭？车里有吃的，干粮饼子的对付一口就行了。李同志，你要是不嫌弃，我请你喝酒吧。不用，你帮我们干活，还请我们吃饭，哪有这个道理？李同志，我也不是专门请你，本来我今天是订好了要请别人吃饭的，可他突然间有急事下乡去了，早上我就订好了饭店，现在也没法退了，你们就当帮我个忙，不然我一个人哪吃得了那么多东西。王维忠虽然没搞懂钱小北是什么意思，但凭着这些天的了解，他猜测这小子指定是有什么事儿。李长风象征性的客气了几句。4个人来到了饭店，看到桌子上的烟和酒，王维忠才明白过味来。这哪是碰巧赶上的，分明就是一场早就设好的局。拿人去饭店吃饭，却发现饭店连最基本的菜单都没有，于是叫来服务员询问都有什么菜，却不知服务员当场给他来了个 rap。一头牛，一头羊，1碗抓饭，1块馕，辣条子，烤包子，包炒米，炒面肺子，干子肚子，炸腰子，再来1个凉皮子。好了，把你们的招牌菜给我端上来，另外再来1瓶毛子。接上集，钱小北一行4人来到饭店后，李长风看着桌上的酒和菜，这菜够硬啊，小子手笔挺大呀。我在吉春请一般的客人，也就是这个标准到头了。这一顿连烟带酒的，一张大团结肯定是打发不住了。看破不说破，还有朋友做，这个道理李长风是明白的。酒过3巡，菜过5味，王维忠因为要上班就先走了。李长风是什么人，他干的是什么事，钱小北清楚得很。王维忠走了之后，钱小北开始试探性地问道：李股长，我看咱药材公司的收购单上收的都是些大陆货，怎么没有细货呢？李长风盯着钱小北看了几眼，这是到时候了，该说正经话了。小子有点来头，还知道细货。李长风也有意试探，你说山上跑的还是土里埋的？山上跑的都罩起来了，土里埋的也都挖得差不多了。现在这时候想弄点像样的东西，难喽。听李股长的意思，好像是戴着皮帽子找物了呢。钱小北的几句话让李长风的心中有了数，这些话都是行内的话，不是行内的人根本就听不懂。钱小北是说他李长风有上游没下游，手里攥着钱买不着正经东西。小孙，你先回车里眯一会儿吧，要不一会开车又该犯困了。打发走了小孙之后，你有路子啊？山里有几个把头和我父辈熟，不知道李股长走的是刘瘸子这条线，还是走的王炳春那条线。听了钱小北的话，李长风惊得一下子直起腰来。他是怎么知道的？李长风哪里知道，前世钱小北可是先认识的王炳春，走上了收药材这条路之后，才认识他齐大雄，他李长风的。都走。别看李长风只说了这2个字，此时的他已经不拿钱小北当外人了。李股长，现在南边的市场已经放开了，也不一定非得干那些玄事儿，把大陆货好好经营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进项。靠这些草根子能捞出多少油水来？白扯。这就得看怎么经营了。如果光靠着一个人去收，就算让你一斤挣几毛钱，也难发大财。如果李股长这边能把路子踩实了，想要多少只管说话，拢货的事儿我可以全包。如果我要4000斤黄芪，你能帮我收上来吗？2吨没问题，但我本钱少，你得容我分几批交货。好，要是老客看好了咱的货，让他给你垫点钱都没事。李哥，那这价钱比公家的收购价多3毛。他拿了2毛，给我3毛，不算太黑。李哥，这4000斤黄芪你让我多久交齐？不急，只要你能把质量管好了，时间长点也能等，1个半月吧，差不多。那太好了，像黄精、苍竹这些稍贵点的你也可以收，我都给你往上调几毛钱。李哥，那我回去可就往大扑腾了。你就干吧，只要东西好，咱就不愁出不了手。李哥，我这一个牛车也没法往吉春送啊。兄弟，我以后每个月来平安宫销社3趟，顺便上你家喝顿酒，你不介意吧？送走了李长风，钱小北看到了他的老丈人董长贵，刚想要上前说句话，老丈人却给了他个背影。钱小北也不生气，凡事都需要时间，慢慢来吧。在称重的时候，钱小北发现王维忠的不对劲儿，话明显比平时少了。稍一琢磨，他明白了，过完秤，这次卖了360多块钱。钱小北又钻进了供销社屋里，给王维忠买了1条香烟，外加1包茶叶，就回去了。下个月10号是钱小北首批交货的日子，回到三合铺，正往家走着，突然听到有人叫他钱小子。钱小北定睛一看，原来是二狗子的妈。二舅妈，这脚脖子怎么还没好？哎，伤筋动骨100天，哪能好那么快？用药了吗？刚来的时候二狗子买了几包，吃没了，死贵的，老吃哪能吃得起？屋里头的二狗子看到了钱小北，连跑带颠的跑了出来。见到二狗子，钱小北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二狗子想不想挣点钱？咋不想？这不是打算着明天上山给你采药吗？
别去采药了，我给你找个好活。啥活呀？我能干得了吗？好干，就是赶牛车，搬麻袋，袋子也不沉，几十斤一个，1个月我给你25块钱，干不干？1个月25，干，太能干了。明天就来我家。说着，钱小北掏出25块钱来，给了二舅妈。二舅妈，这钱你尽管着，别到他手。他要是再出去玩，你就告诉我，我就不用他了。家里的情况如钱小北所料，来送药材的人明显少了很多。英子见了钱小北，急匆匆走过来。今天来的人见少了，这可咋整啊？你放心，他3弯子永远也走不到咱们前头去。可是3弯子那可是劫了咱们大半个屯子呀。就算他劫了整个3合铺，咱们也不怕他，你就等着吧。明天我就让你瞧好。见钱小北说的很有底气，英子稍微安了点心。你跟四叔说说，能不能抽点空，把这屋子给隔开，太不方便了。咋地？你这带着肚子还想要大折腾啊？你就不能小点声，声再大点，全屯子人都听着了。一句全屯子都听着了，提醒了钱小北，眼下就有一件事必须得让全屯子人都知道，那就是提高收购价格。有了李长风多给的那3毛钱垫底，钱小北就可以放心的折腾了。我上大队去一趟，有点事儿。另外，我找了二狗子，让他帮着咱们收药材。哪能用得了那么多人？来卖药材的一天天的见少，这几个人还嫌一半呢。过2天再找2个，我都还怕不够用呢。说完就往大队走去。进了大队部，看见会计坐在屋里，巧的是刘忠也在。徐会计，我使一下喇叭，播个广告。徐会计刚要说话，一旁的刘忠开口了：坏了，使不了，坏好几天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就奇怪了，我这耳朵有毛病了。昨天听到的是驴叫唤，这耳朵得找老个头给看看。年纪轻轻的，连人声和驴叫唤都听不出来了。钱小北一边念叨着，一边走了。回到了家，当着大伙儿的面，他把刚才去大队部的事儿说了一遍，气得四婶一个高就窜起来了。去特么的，咱不用他那破玩意儿，我就不信干不过他。三嫂，走，你走小前街，我走后趟街，我还就不信了。走了没2步，又定住了脚步，回过头来，你想要广播啥玩意儿？钱小北被四婶逗得哈哈大笑。四婶，用不着你挨家去跑，一会儿我写几张广告，找显眼的地方贴一贴就行了。你是不是要涨价？而且不是一般的涨，我要涨到比平安供销社都高。哪里？你这孩子是不是得上老葛家看看去了？咋还冒上虎气了呢？收价比卖价都高，你正西北风啊！我有新路子了，高价收也能比他家挣得多。今天咱们紧手，把存在院子里的这些都收拾出来，赶紧卖了，不然过2天钱又得不够用了。大家虽然没搞明白他到底想怎么干，但还是热火朝天的忙活起来了。这景象让突然到来的董长贵夫妇俩待在院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会打工就打工，能赚200是200，跑完快递送外卖。接上集，董长贵把看见钱小北从饭店里醉醺醺出来的事儿告诉了英子妈，英子妈惦记女儿，非要让董长贵带着她来看看，于是就看到了开头一家人在院子里忙碌的身影。亲家来了，咋不进院呢？杵在那儿干啥？给你姑爷当门神呢？英子听了，赶忙直起腰来，紧走几步迎了出来。爸妈，你们咋来了呢？你爸不放心，非要来看看。英子妈仔细端详着女儿，奇了怪了，这才几天的功夫，怎么这闺女像变了个人似的呢？小脸白净细嫩了不说，脸上也多了许多像模样。又来俩壮丁。二大爷笑着走向董长贵，老两口被一家人迎进了院子，七嘴八舌的开始唠起了家常。英子，我去打点酒回来，你和四婶早点把饭做了吧。好。一顿忙活之后，饭菜已经端上了桌。钱小北不光带回了酒，还把豆腐酱和二狗子都叫来了。面对新形势，钱小北得调整布局，有些事情要当面交代给大家，所以该来的都得到场。钱小北开始安排计划。李哥，你这边过2天忙不过来的时候，让二狗子赶上四叔的牛车和你一起去，你别多心，不管是谁拉回来的，最后都算到你的账上。还有，我把价格调整了，给你的价我也随着涨上去，你收的时候也随着一起给涨上去。收购的重点就放在黄芪、桔梗、苍竹、黄金上。李豆腐酱没想到，突然间这价格就上来了，而且还白给出车，这好事上哪找去？钱小北又看向了董长贵，爸，正好你赶上了，今天就住下别走了，明天也帮我带点过去。此时四叔唠起俏皮嗑了，可也是，俺们老哥俩都让你姑爷当驴使唤好几天了，也该给你这个老丈人上个夹板子了。四婶听了直起了腰板，使劲白了四叔一眼。
哼！二狗子和李豆腐酱走了之后，剩下的都是自家人了。你跟我说说，你的收购价比供销社还高，上哪能挣着钱去？我怎么没整明白呢？钱小北轻笑一声，开始讲起了他的整套计划。我今天中午请吃饭的李长风，私下里和南边那些倒腾药材的老客有来往，我们定好了，他高于供销社3毛钱收咱们的黄芪，第一笔生意是要我在1个半月的时间里给他收4000斤的黄芪。4000斤黄芪哪有那么多？收4000斤并不算难，但光靠咱自己不行。你想想看，豆腐酱现在一天就能拉回来100多斤咸的，等他扑腾开了，这2个牛车一天拉回个300-500斤，还不跟玩似的，300斤能出100多斤干品，这样算下来也就40天就能给他凑够了。可是那4000斤就得1万多斤湿的，咱们2毛多钱收，那就是2000多块的本钱呀，咱们哪有那么多钱啊？又不让你一下子拿出来，明天除了黄芪以外都拉走卖了，这不就出来钱了吗？而且我和李股长约好了分批交货，过几天卖出去一批，钱不就来了吗？要是这样，那还差不多。另外，像苍竹、黄金、桔梗，他都能帮着消化，都是最少能给咱们加3毛钱，这不又是一笔收入？而且每10天他开车来取一趟，还不用咱们送。我说你小子怎么这么有底气，敢比供销社收的价都高？原来这是摸到主根上了。二大爷，这个采购股长可真不算主根啊！你还能爬扯到省里去？可能不只是省里。省里都搁不下你了，我就不信你还能把这小买卖做到燕京去。二大爷，要不咱打个赌，要是我把买卖做到全国，不，要是我把买卖做到国外去，你能输给我点啥？国外？二大爷更加难以置信了，想了想，有了万全之计。要是你输了，给我20块钱；要是我输了，豁出去了，你四叔那20块钱就不要了。一旁的四叔冲着二哥眨巴了半天的眼睛，愣没找出一句像样的嗑来表达对二哥的敬意。你俩较劲儿，怎么听起来我这损失有点严重呢？英子突然灵光一现，看向钱小北，没钱也不怕，咱不是还有牛黄吗？要是真像你说的那么值钱，别说收4000斤黄芪，就是4万斤咱都不怕。眼下咱们还能倒腾开，那点东西就先留2天，早卖了早的钱，手头也能宽着些，留着有啥用？是能长蹭，还是能下崽？四叔，你还真说对了，还真就能下崽。这种天然牛黄越来越少，价格是翻了翻的往上涨，这不就和下崽一样吗？你能看出30-40年后的事儿，越说越他妈玄乎了。我还真就知道几十年后的事儿，而且我还以1颗260块钱的价格，在云南收过1颗重达2公斤的牛黄呢。第二天一大早，2辆牛车一前一后，拉着满满的2车药材，出现在了平安供销社的后院。过完了秤一计算，比预想的要好多了，卖了差不多600块钱。你这趟咋1根黄芪也没有？家里存的那点昨天全都拉来了，那玩意儿根子直，挖起来太费劲儿，没人愿意采。哦，是这么个少爷，三合铺人这么傻吗？这账是咋算的？黄芪是难挖，但价钱也好啊，1斤能顶5-6斤苦参呢。临走时，王维忠犹豫再三后对董长贵说道：董站长，胜利大下个月初6结婚，你和嫂子一块来喝酒吧。有空就去。听到这个回答，王维忠有点懵了。这是什么意思？是说你极大可能没空啊？哪有拿这话答对人的？爸，你们回家吧，我得抓紧回去了。吃了饭再走吧。妈，我得赶紧回去，明天我想跟豆腐酱下去走一圈看看情况。再急的事儿，还差1顿饭功夫了。你到了家门口了，我都没给做口饭吃，要是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还不得讲究死我？眼见着丈母娘真急了，钱小北只好乖乖跟着丈母娘回家了。饭桌上，钱小北看到了酒，突然想起了那瓶鹿茸人参酒。爸，我二舅还在鹿场上班吗？再干几年就退休了，你问他干啥？我看他那出的酒挺好的，现在那酒卖的好吗？白扯，价格太高，没几个人买。新东有几个人买，也都是送礼，后来就再不出了。每年泡那么几回就留着送礼。那二舅工作的鹿场离这远吗？远。你打听这么细干啥？你要去？我看那酒挺不错的，想去看看这酒是怎么做出来的。那就得自己去一趟了。啥时候去？爸，暂时还没那功夫，等这4000斤黄芪给人家凑的差不多了再说吧。你那4000斤干黄芪，钱可不少呀，能倒腾开吗？家里还有一些，再加上这600，挺上10天半个月的没问题。10天以后李长风来就倒腾开了。要是缺了，就吱个声。钱小北知道，老丈人的存折里有2000块雷打不动的钱，是留给小舅子董树国娶媳妇儿用的。英子妈想了想，看向董长贵，要不一会儿你就直接支出来，给他拿上吧。钱小北心头一热，丈母娘把家底子都肯掏给他了。妈，现在真的不用，要是真需要，我一定说话。好，要是用得着了，可一定说一声啊，别自己干憋着。回到家里，把这事儿和英子说了之后，
又看了一眼正干活的二狗子。二狗子干活咋样？干活倒行，就是老拿斜眼溜着看人。你好看，还不让人家多看两眼？哼，哪能看出好看来？挺着个蝈蝈肚子，全指着这个宝贝蝈蝈肚子出货呢。他那是害怕你，不敢正眼瞧你，以后总得在一起干活，你别老是别别扭扭的，给人家点好脸。英子点了点头，两人往二狗子那边走去。二狗子，现在就回去吧，明天早点来替我去趟平安。爸，我一个人去啊？我明天和李哥出去走走，看看别的地方啥情况，只能你自己去平安了。二狗子听了这话，高兴地答应一声，转身走了。你让他一个人去，能行吗？又是车又是钱的。怕啥？媳妇儿，你就放心吧，这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人是鬼，你总得给他机会，让他现行吧。夫妻俩正说着话，李豆腐酱又拉了一车的药材回来了。钱小北搭眼一看，杂七杂八的什么都有，不禁皱起了眉头。李哥，明天打算往哪边跑？前2天和三丈岭的人定好了，明天走完黑瞎子沟就去三丈岭。好，那明天我和你一起去溜达溜达，顺便了解一下情况。三丈岭那破道又远又不好走，4、5点钟就得走，你能起来吗？没事，李哥，半夜12点我都能起来。行吧，那就这么定了，明早我来找你。李豆腐酱走了之后，钱小北若有所思，看来还真是有必要去下边看一眼了。我也看他眼神好像不对，是不是有啥事儿不想让咱们知道？媳妇儿，你说的好像真挺对。这么点眼前的事儿，我还看不出来吗？我的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这岁月里漂流。你我不能冲动，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接上集，钱小北看出豆腐酱的不对劲儿，今天一大早就和他出来了，一路上边哼着小曲，边和豆腐酱东拉西扯的闲聊天。李豆腐酱提起了三湾子，别看三湾子折腾的欢，我看也就是新开的茅房3天香，挺不了几天。李哥也别老眼光看人，30来岁有老婆孩子的人了，也得顾顾家了。指着他顾家，你知道刘忠怎么骂他的吗？说他尿尿都舍不得使劲，裤腰带一剪，往那一耷拉就不管了，啥时候躺进了啥时候算完事。这是得把刘忠气成啥样才能说出这话来。到了黑瞎子沟，10几个人早早的在院子里等他了。豆腐酱一到，立马都围了上来。李哥，我给你腰秤，你给算账就行。不用，你到屋里休息一下吧。听豆腐酱这么一说，钱小北心里的小问号更加立体了。他坐在旁边，眼睛却留意着豆腐酱子手上的动作。尽管他的动作躲躲闪闪，但秤砣路到哪儿，又给了人家多少钱，钱小北可都是心明镜的。这个豆腐酱，别再因为点蝇头小利破坏了我的计划，那影响可就大了。钱小北到了李豆腐酱身边，正要开口，人群中有人问了一句：豆腐酱，你还哪天来呀？后天吧，容你们点空，让你们多挖点。大伙儿先都别走，一会儿我有好事跟大伙儿说。接着把豆腐酱拉到一旁。怎么了？李哥，我不拿你当外人，有话我就直说了，说深说浅的你别怪兄弟。咱哥俩用不着说这话，有啥话你就说吧。李哥，咱这么干可不行。咋了？1斤黄芪你就压了人家4分钱，这么下去怕不是个长久事儿。隔着那么远，算账的时候我可是一声没出，拿钱和腰秤的时候又都是手捂手摁着的，他是怎么看出来的？见钱小北已经全知道了，豆腐酱也只好实话实说了。我寻思着这好几十里的来回倒还不好走，我就压了点价。李哥，你的心思我能理解，但你这可不是压了一点价。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我刚开始收药的时候，收市货的价比平安供销社低1分钱，没过几天就冒出来的3湾子。如果当时我就把价定的和平安供销社一样，兴许3湾子一看没啥大账算，他就不干了。眼下李哥你就是这种情况，万一有人摸着门道了，再跑出来个4湾子、5湾子，你不是还得被迫抬价吗？与其到时候被动，还不如现在就把价定的高点，让竞争者自己打退堂鼓。李豆腐酱点了点头，深表赞同，跟着又咧了咧嘴。李哥，一会儿你就把黄芪的收购价格调上来，就按我给你的价格收。那我不是白玩了吗？兄弟能让你亏着吗？你那4分钱都从兄弟这儿出，那你还能挣钱了吗？李哥放心，我也不能瞪着眼睛干赔，也无非就是少挣了，但能把这个市场稳住，咱哥俩才能走得稳，走得远。中，啥都听你的，你说咋就咋办。钱小北的话让豆腐酱彻底服了气。这时有人开始催促了：有啥话快过来说呀，着急上山呢。李哥，一会儿过去你就按刚才咱俩定的说。兄弟，我这嘴巴还是你说吧。行，那兄弟就听你说。钱小北把这10几个人聚到了一起，把和豆腐酱定的价格和大家说了一遍。
黄芪2毛5一斤，这不是和平安供销社的价儿一样了吗？大伙儿听我说，我们也是帮着供销社收的。今年上头给供销社的任务量大，让我们按他们定的价格收，好让大伙儿能积极交售。那你们挣啥钱？我们挣的是供销社的钱，大家伙儿辛辛苦苦挖点药不容易，我们哪能克扣你们呢？以后我们尽量保证每天都来人收，你们采的药就别再往土豆窖里搁了。窖里一闷倒是能长秤，可我们要是不及时晒就变质了，要是拿来治病的，要是反倒害了人，到时候大家都逃脱不了责任。一边说，钱小北的目光一边从左到右在人群中扫了一遍，在谁脸上停留的时间长，谁心里有数。是谁我就不说了，以后别这么干就行了。还有就是，谁家要是有在当地买不着的东西，可以和李哥说，李哥来的时候会帮大伙儿从平安带过来。这时候开始有人议论了，到底是买卖人，这钱让他给挣了一个来回。你们放心，供销社啥价咱就啥价，一分不加，纯帮忙。另外，明天中午我们还来，以后大伙儿就记准这个时间点，别空跑。交代完了所有事情，人群就都散去了。回来的路上，豆腐酱一脸的福气。你咋看出他们把药存放在土豆窖里的？李哥，你2、3天才来一回，人家还能等着药材风干了卖给你吗？那一股发霉的味儿，我老远就闻着了。明天这趟让二狗子和你一起来，让他熟悉熟悉道，以后就你俩一块跑。跟着豆腐酱走完了黑瞎子沟和3丈岭，钱小北心里有谱了。山里人朴实得很，只要让大家看出诚意来，是很容易得到认可的。回到家里，二狗子和四叔正在和泥。四叔，你和泥干什么呀？拖点坯。土坯，那年月盖房子的主要材料，黄土中掺杂进麦秸、松针甚至马粪，使其具有关联性。模具是自制的。你媳妇让的，说要砌坚壁墙。到底是憋不住了，自己和四叔说了。二狗子，今天卖了多少钱？280多，票子和钱我都给嫂子了。收药的没问你啥呀？问了，问你咋没来？你咋说的？我说你在家穿稀呢。我操无情！钱小北嘴上骂着，心里却很高兴。耍钱鬼子也有好处，知道留话。还问为什么没有黄芪？我说没收上来。这么说对不对？啊，对对对，人才啊，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整得明明白白的。二狗子得了夸奖，却不见高兴，没好气的吐了一口老痰。今天倒了大霉了，碰上3湾子了，给我好顿埋汰。你造这一出还用得着埋汰？说正经的呢，说我没跟对人，让我跟着他干。那你怎么没答应他呢？我特么怕花不过他。再说了，师挺大劲，1个月给我20块钱，不少了。你还以为你多值钱咋的？给多少钱老子也不哄他玩，我特么又不缺孝子。他今天卖了多少？可真没少卖，拉了满一车，把刘忠给嘚瑟坏了。一沓子钱查了一遍又一遍，唾沫星子把钱都给阴透亮了。他们卖的黄芪多吗？多啊，我看他那一车黄芪是大头。钱小北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转身进了屋。四叔咋看不出他着急呢？着急有啥用？这急要是能把这院子填满喽，大伙儿一块跟着着急了。一边说，四叔一边瞟了一眼院子里零散的几堆药材。明天拉走一车，后天就没了。不一会儿，钱小北从屋里出来了，开始布置任务。一会儿咱们把这些零七碎八的都收拾出来，明天我都拉平安去。二狗子明天早点起来，跟李哥一块出车。翌日，钱小北自己一个人拉了一车的零零碎碎来到了平安供销社，就卖了100多块钱。这趟怎么这么零星呢？还全是末等。王哥，争嘴的买卖不好干了呀。兄弟，我那外省收药材可不是我给他出的主意。王哥，你看你这话说的，就算是你给出的主意，我还能说啥咋的？不管谁收，最后都得进药匣子，不都是为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做贡献吗？4日午后，钱小北和四叔正在研究建壁墙的砌法，豆腐酱却老早就回来了。李哥，这么多都是黄芪啊！豆腐酱子，你这可是真不怕车轱辘压散架了呀？别提了，要不是这车轮子不行，哪能留几袋子没敢往上装呢？过完秤一算，750斤，折成干瓶怎么也得有200多斤了。李哥，能保持这个状态一直下去吗？太能了！自打涨价以后，闲人全上山了。明天这一趟指定还是装不回来。咱就不怕多，明天你和二狗子俩一人赶1辆车。豆腐酱递过一张纸条，这是黑瞎子勾那些人让咱们给买的东西，揽这个活干啥？自己这点儿事还忙不过来呢。李哥，山里人实诚，只要你对他们好，他们就一直能记着，慢慢你就知道好处了。钱小北眯起眼睛，看着小纸条上密密麻麻、歪歪扭扭的小字儿。看来明天这趟平安是想不去都不行啊，都是过日子正用的东西，不能给人家耽误了。第二天，钱小北到了平安供销社，购买了黑瞎子沟村民要买的东西就回去了。刚到家时，一场大战正在自家小院上演。刘忠带着3湾子来找茬了。来搬，快！我问你，咱2家谁先收的药材？你
你在狗叫什么？你在狗叫什么？你什么身份？我什么地位啊？只在无中生有，暗度陈仓，凭想象，凭捏造，无言无语，无可救药，世子安息，一路走。刘忠瞪着眼睛向前走了2步，身后三湾子赶忙一把拽住，打女人那可是犯大忌讳的事儿，打上了年纪的女人更犯毛病。咋的？你还要动手咋的？今天你动老娘一下试试，不把你那张猪脸挠成萝卜丝，都对不起我这大长手指盖子。刘忠的气势一下子被压了下去，他清楚自己的身份，不敢拿自己这顶帽子开玩笑。他一个人民工仆，真要是和一个老太太动了手，就算站里到时候也说不清楚。你私自涨价，这就不对，这是扰乱秩序。怎么的？我给老百姓点实惠，你这个大队干部看不惯了。你不是天天叨叨着为人民服务吗？你也提价呀，你比我们家价高，老百姓乐呵了，我就算赔了，我也跟着乐。你特么有那个破儿吗？刘忠被骂得一张老脸青红不定，被三湾子拉扯着走出了院子，不忘回头威胁了一句：你给我等着！老娘打今儿起就天天坐家等着你，看看你能把老娘咋地？你以为还是当队长那时候吗？想整谁就整谁，想给谁扣帽子就扣帽子。刘忠出了院子后，人群中有人开始叫起好来。在那个特殊年代，刘忠仗着手里有点权力，可是没少祸害人。三合铺一半的人家都恨他，剩下的一半偷着恨。妈，你消消气，跟他生气犯不上。我能跟他真生气吗？你看人家这老娘们儿，打仗都不用别人伸手，一顿臭骂就赢了。此时四婶听见吵闹声，着急忙慌跑来了。纪兰凤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还没等说完，四婶就急眼了，指着四叔骂道：哼，你个死人，咋不喊我一声呢？几句话就完事了，谁都没用上，我喊你有啥用？当你初溜到这儿，战斗早都结束了。刘忠和三湾子应该庆幸，幸亏武力值不输老妈的四婶不在，不然妯娌俩大门一堵，刘忠爷俩估计都得跳墙逃生。酒桌上，钱小北一边听豆腐酱汇报着情况，一边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一天2车成绩很可喜了，但效率还是得提一提。李哥，你说咱们一车一车的往回拉水货，怎么就没想起来在那边晒干了往回拉呢？拉晒干的最起码拉1趟就顶3趟呀。这不好吧？这可都是些值钱东西，我在那边收了，你这边也没个数。李哥，你要这么说就外道了，我还能信不过你吗？可是无论怎么说，豆腐酱也不同意。最后还是四叔想了个好办法，让二大爷去帮李豆腐酱。一晃到了李长风来拉药材的日子了。中午刚过，李长风就到了。李哥，一路辛苦。没事没事，收上来多少了？钱小北把李长风领到了小仓房前，李长风的眼睛一亮，码放的整整齐齐的2朵黄旗。李哥，南边的是1等，北边的是2等，你随便抽2把。李长风走到角落里，拽出了2把黄旗，只瞄了一眼就瞪大了眼睛，里里外外竟然没有一根差样的。老弟，这些都是这个品质。李哥，说到哪做到哪儿，做不到的兄弟不说，有一捆差样的，你给我送回来。好，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打交道。回到院里，四叔看着门口的那辆大东风，这个大家伙，就算是把黑瞎子沟那些黄旗也一块装上，还能看出些一半地方来。别的地方还有？李哥，我在下边设的收购点。那你怎么不都归置到一块呢？我一车就都拉走了。这时候四叔开始表演了，用那小牛车一趟拉那么2担头子，来回50-60里，哪那么容易说拉就拉回来的？那边能有多少？和这个都一样吗？大约有700-800斤吧，但有些是3等的。那先去把那些也拉回来吧。太远了，回来还不得黑呀？50-60里，那算啥呀？四叔，要不辛苦你一趟。中，正好还没做过这玩意儿呢。四叔完成了钱小北交给他的表演任务，乐乐呵呵地坐上了大东风走了。饭好了，先吃饭吧。走，咱哥俩先进屋吃饭。你家里的这些黄旗条怎么都正顺，怎么一点3等货都没有呢？李哥，头回合作，不敢给你次品啊。那你都整哪儿去了？那次品你不会留着烧火了吧？李哥，1块多钱1斤的东西拿来烧火，我哪有那个腰劲儿啊？李长风想了想，明白了。哦，老弟，哥服你了，真不差事儿。以后3等的黄旗你也别往供销社卖了，你只要保证收拾的利索点，我1斤怎么着也能给你多整出2-3毛钱来。那我可得好好谢谢李哥了。李哥，那驾驶楼子里头能坐开4个人不？4个人多少的有点挤，但也没事。你要去县里？给他做个检查，快7个月了。好男人。2个人吃饱喝足，大汽车也回来了。没过多一会儿，二狗子和豆腐酱也回来了。钱哥，啥时候你也整这么个玩意儿？他去的时候我们是在半路上碰到的，人家跑1圈回来都把我俩给撵上了，这也太快了吧。说完，二狗子和四叔他们就去吃饭了。兄弟，
你都这么能赚着了，咋还没有换个房子呢？哎，李哥，不瞒你说，前2年不定薪，喝酒耍钱的，没干啥正经事儿，净遭钱了。现在刚回头就好，别哪天再浪回去就行。好好干，攒足了钱，明年咱就盖他个全砖房，缺啥少啥的。李哥能帮的一定帮你。提到房子，钱小北心头一动，老妈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了，还有二大爷和四叔2口子，这些年也没享过什么福。想到此，钱小北打算拿一小部分牛黄出来换钱。李哥，知道现在牛黄什么行情吗？你有。李哥，当年我爸在山里收药材的时候，碰到一户人家杀牛，杀出了牛黄，这些年一直也没出手。有多少？你知道成色吗？应该能有300来克吧，具体啥成色我还真不知道。这稀罕玩意儿，经手的太少了。药材公司收是85，要是碰上好买主，能卖到90多吧。李哥，有合适的买主吗？有一个安徽的老客，不在吉春，在省里，不过搁一个电话他就能来。安徽老客是王炳春吗？我听说他老家不是东阳的吗？你俩认识？我不认识，只是听说过专收细货的知名人士，行里边有几个不知道的。那明天我给你引荐引荐。李哥，你跟王炳春之间的事情我就不掺和了，你看咱这样行不行？我带上牛黄到县里咱们去鉴定，没问题了以后我把东西给你，你就按药材公司的价给我就行。钱小北知道李长风虽然说要介绍他和王炳春认识，但行里的规矩他不能越过中间人去和上线直接联系。这样，那你可是得少卖挺多钱啊。李哥，没有你我也找不到那合适的买主，这钱该你挣。再说我也不让你白挣，你得帮我个忙，帮我找个施工队泡泡材料。我想今年就把房子建起来，也是时候该让他们享享福了。在当今这个社会，你说你会南拳北腿、少林武当，没有人会怕；但只要说你穷，人人都怕。穷在闹市不认问，富在深山因为钱。对不起，没有。接上集，李长风过来拉黄旗，钱小北这次一共卖了2034块，钱货两清。李长风关心起下一步来，兄弟，到20号的时候还能有这么多不？钱小北指了指李豆腐酱，下边的事儿都是经理哥手办的，他比我知道的多。要是都放我妻侄家里不往回拉，你想还拉走这么多，我用不了10天就能凑齐。那你就不用往回拉了，咱们下趟还像今天这样，把车直接开那去装。李哥，老这么整不好吧？你开的那可是公家的车呀。小孙不说，谁能知道？到时候给他整条烟，他都得挂实弹给你跑。钱小北会心一笑，心中明了。临走前，钱小北拿了一些牛黄，又把钱交到了四叔手上。四叔，我最快也得明天下午才能回来，这钱先放你那儿，李哥要用你就给他拿。二大爷，明天告诉来卖药材的，小根算不能收了，黄芪再提1分钱。还涨价啊？二大爷，到啥时候说啥话，少挣1分钱也总比被人家抢走了强吧。自从钱小北提价了以后，村民们宁可绕2里地都要往他家送。三湾子无奈也把价提了上来，这样一来价格又一样了。这时候不提价，还啥时候提？小根蒜咋不收了？我看还有不少往上交的呢。二大爷，小根算到了窜台的时候了，将其往上一度，那点好东西都用到传宗接代上了，药性不够了。中，那我让他们把手里的交上来，就不挖了。二大爷，等我回来，你还得去黑瞎子沟。中，瞎子跳井，哪还不被封呢？发配到哪儿就在哪儿眯着呗。二大爷还是你二大爷，又顽皮了。到了县城，直接来到了药材公司。老吴，耽误你一会儿，我这儿有点东西，帮我看一眼。李股长啊，又得着什么好东西了？牛黄。这玩意儿可是好几年都没看着了，李股长打算出手啊？不出，我小老弟儿家的，存了多少年了，信不实，拿来让你帮着看看。老吴抄起了小刮刀，一顿操作之后，纯正胆黄，234克，好玩意儿啊！这个老东西多少年了？有10来年了吧。金管的挺上心啊，跟上个月刚取出来似的。那是人家好几辈子人都在这行里混的。被一眼看穿的钱小北却难掩尴尬。你这点东西顶2个万元户了，这么多钱盖个小楼都够用了。山沟子里哪用得着盖那么好的房子？有个砖房就不错了。准备什么时候动工？李哥，还是先找施工队吧，先确认一下今年能不能完工，我好回去办宅基地的事儿。英子看了钱小北一眼，这是有钱胆子壮了，盖房子这么大的事儿，自己竟然一点都不知道。李哥，你为什么不现在就给王炳春打个电话呢？用不着，他现在要是知道信儿了，一宿都不带睡着觉的。万一他要是有事儿不在省城呢？也是，万一要是又跑哪个娘们那去了，还真不好找他。说着，李长风就给王炳春去了电话。怎么样？我还没等说完呢，就要撂下电话往这儿跑。那你咋没让他来呢？得了吧，开个小破车，黑灯瞎火的，走半道再杵壕沟里去，那可完犊子了。他明天几点能到？得中午吧。明天上午，我带你们先去妇幼保健站，
中午再上我单位门口等他。第二天一大早，李长风带着钱小北夫妇来到了妇幼保健站。李长风的交际广，哪儿都有熟人，直接就带着他们进去找医生了。姐，又来给你添麻烦了。我给你添的麻烦还少吗？这是我一个小老弟儿，急着赶车回去，下午不一定有车了。你先帮他媳妇查查。李股长说了，哪敢不办？漂亮女医生的话里带着浓浓的意味，与医疗无关。钱小北知道这是李长风的3大爱好之一，也差点没栽在这上边。医生手里的探头来来回回的在英子的肚子上划拉着。挺好，一切正常。医生是男孩还是女孩？这可不能说，纪律问题。你就告诉他吧，也不是外人，他们没有不要的意思，就是想提前知道一下。这可不行，自打计划生育开展以后就不让说了，这万一工作丢了，你能养活我呀？当然能。准备点换衣服吧。钱小北听了，内心一阵狂喜。这回可是更好玩了，皮夹克、小棉袄换着穿，那得多爽！太好了，媳妇儿，你这蝈蝈肚子可真是个宝贝。出了妇幼保健站，来到了药材公司大门口，一眼就看到了王炳春，他的熟人，给过他恩惠的老熟人。同时，王炳春也扫了一眼钱小北，心中已有定位，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就是一个意外发了笔横财的人。去我办公室吧。有长风在，咱们就不墨迹了，我先看看货。王炳春接过牛黄，小心地打开包装，取出一根银针，在一块牛黄上轻轻一刮，一点粉末接在了指甲上，沾了点唾沫在指甲上揉搓了一会儿，又把手指伸进了身旁的水杯里，停了一会儿，王炳春把手指拿出来，来来回回搓了几下，指甲上的黄色依然如故，接着又晃了晃水杯，一抹淡黄慢慢晕开，杯底并无一点残渣。王炳春的心里有了数，马上开始整景了。小老弟呀，成色稍差了点。王炳春的套路钱小北再熟悉不过了。老板，昨天刚鉴定过的药材公司的人可说是上好的胆黄呢。这样吧，我也大老远跑来了，药材公司的价格是85，我给你86，多了我可就不能收了。老板，没事儿，你要是出不到95，我就先不卖了。咱们500-600种成药都得用牛黄，连国产带进口都远远不够用，反正也没啥急用钱的地方，我再等等，过年儿涨价了再出手吧。一边说，一边开始重新将牛黄包裹起来。没想到这小子还提前备课了，再抻抻看，省下100是100，便转过头去和李长风扯起别的话题来。再过一段日子要收5味子了，你准备的怎么样了？还是那几条路子，按去年那个量没有问题。那不行啊，这2年5味子用量一直看涨，你得再使劲啊！我1吨再给你涨80，你看能不能把量翻个倍？15000斤，那我试试吧。钱小北正在小心地包裹着牛黄，看似没有留意他们说些什么，实际上新的想法又诞生了。牛黄重新包好之后，李哥，家里的黄芪我得回去监督着分等，这趟我就不到家了，下回再去看嫂子和孩子。说着，钱小北转身便要走，看着钱小北坚定的神情，王炳春有点坐不住了。最后一口价90，行就行，不行拉倒。钱小北回头笑了笑，没说话，便往外走。王炳春小声嘟囔了一句：“这人咋这么犟呢？”哼，凭啥不降？一克就差5块，那可就是1000多块钱呐！那1000多块钱可特么都是我的呀！回来。几番纠结后，王炳春终于投降了，叫回了钱小北，开始称重，233克，单价95元，共计22135元。那块最大的胆黄是方形的。钱小北听了，立马装起了糊涂。方的圆的还能有啥不一样吗？如果胆囊里只有这么几块，应该都得是圆形或卵形的，方的说明胆囊里很挤呀。老板，方的圆的药效都一样，你管他那么多干啥？这小子吃完猪肉在这跟我装回族同胞呢。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咿呀一对喂。接上集，钱小北夫妻俩从县城回到平安镇的时候，太阳都快落山了，去往三合铺也没有车了，两人就到供销社里买了些肉菜之类的，去往董长贵家。你俩这么晚，这是干啥来了？妈，刚从县里回来。上县里干啥去了？他非要让我去县里检查一下身体。咋了？哪儿不得劲儿了？没病，就是看看孩子正不正常。英子妈一连串的发问，惹得董长贵不耐烦了。还不快点正饭去，磨刀啥？那不都做好了吗？一会儿儿子回来了，咱就吃。这时门外走进一个帅小伙来，董树果，文化人，念足了3714年大书，人还没到家，镇中学就把编制给弄好了。董树果是英子哄大的，跟姐姐最亲。呀，姐回来了，姐夫也来了。都查啥了？咋样啊？都挺好的，是个姑娘。这小肚溜尖儿的，咋能是个丫头呢？妈，啥时带了？还信那个？
姐，人家医院不是不让医生告诉性别吗？你咋知道的？你姐夫找的熟人，偷着告诉的。他县里有熟人，推牌九都推到吉春去了。老眼光看人，人家是他做买卖的时候认识的。这段日子，董树果时常听父母说起钱小北变了个人似的，但他不信，肚子里丰富的知识告诉他，狗改不了吃屎。买卖做的咋样？挺好，昨天一大车黄芪卖了2000多块钱呢。那能挣多少钱啊？能挣，没细算过，你问你姐夫去。这个小舅子，背地里已经好久没叫过一声姐夫了，提起来都是他。饭桌上，你还上县里干啥？就为了给英子检查，特意去的？也不全是，我把牛黄卖了点。爸，土地所有熟人嘛，我想用卖牛黄的钱起个新房子。卖多少钱啊？盖房子可得不少钱呢。不到2万。那么多，都卖了？卖了1/3。董长贵寻思了一下，指了指儿子。土地所的事儿你得找他，人家现在可是能耐人。可别指着我呀，别再把我给赖上。咋回事？按理说，就算是小舅子看不上我，这盖房子的事儿，他有关系也不应该不帮忙啊。土地所长家那个四丫头看上他了。好事儿啊，姑娘咋样？干啥的呀？在供销社当售货员，听说过段时间就能调到县里去呢。是不是卖日化那个双眼皮贼大的？那个是王胜利对象，妈说的是个子最小的那个。哎呀，没个看个儿小咋了？我看梗儿气的，挺好。娶媳妇得看人品，光图好看有啥用？能帮日子过呀。再说个矮点算啥毛病？还不比你妈高？你妈个儿矮，你不也照样算这么老高？咋啥事儿都能瓜拉着我呢？除了那个好翻白眼的双眼皮子，剩下的谁都行。树果，刚才你们说的是不是你那个同学四凤子啊？可不就是他。提起四凤子，董树果皱起了眉头，也不知道是有多大的怨仇。第二天，董长贵借了辆牛车，先去找老耿头，然后再送小两口回家。到了土地所外，你俩在这儿等着。爸，不用我去说明一下情况啊？有啥情况后说，人多了不好说话了。老头拿着2盒烟进屋去了。半小时后，董长贵笑呵呵的出来了。爸，挺顺利的呗。那还用说，还帮你出了不少主意呢。得怎么办能快点呢？他说最快的就是8到夫妻。爸，要是不扒房子，另批一个房号不行吗？也不是不行，不过你惊动了土地所，那就得一切都按规矩办了。新批号，手续多，太慢。老耿头都说你来批这玩意儿多余。他说有不少在镇上盖房子的都没经过他们，他们也从来都是把2只眼睛都闭上。爸，政策定到那里了，咱能遵守就遵守吧，以后也不犯大毛病，是不是？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去打个电话。给谁打呀？房子是我大爷的，不管怎么回事，我都得和他说一声。没过一会，钱小北回来了。英子见他脸色不好，大爷咋说的？回家说。回到家里，一家人都在。检查的咋样？妈，都挺好的，你就等着哄孙女吧。咋知道是孙女？大夫偷着告诉的。老太太喜得差点舞了起来，能换这样玩，谁不稀罕？饭桌上，四叔、二大爷，我把牛黄卖了点，打算今年起个房子。好啊，打算在哪儿盖？本来我打算和大爷说一声，把这个房产买下来，大爷倒是同意，可是大娘不愿意。钱小北从头至尾给大家把打电话的经过说了一遍，末了叹了口气。看来大娘这个家当的挺硬实啊。人家让你白住了好几年，别说那话。啥叫白住？那年我和你二大爷不给有点小米子去，非得扒房子，找个空场盖不行吗？亲家，他非要把手续办全才盖。土地所那边我找人问了，说8到夫妻最快。我那院宽敞，居室够用，要不你把我那2间扒了，你上那盖去吧。四叔，那盖房子的时候，你俩上哪住去啊？把你二大爷那西屋收拾收拾，咋还不对付几个月？老四，你那几间还挺板正的，要扒就扒我那几间。二大爷的话斩钉截铁，没有一点商量的意思。那你上哪儿住去？我一个老无保护，敬老院、林场，哪还不能住？政府还能眼看着我冻死在大街上？钱小北一阵感动，真想跪地上给四叔和二大爷磕一个。第二天中午10点的时候，平安镇土地所来了2个人，一个稍年长些的，还有一个年轻人。丈量完之后，目送土地所的工作人员远去。钱小北突然想起手续的快与慢，可是全在老耿头儿这个土地所长，当下转身就走。钱小北走进老丈人家的时候，董长贵正在冲着儿子发火。这是怎么了？多大的事儿，像他妈你爹咽气了似的。我早就说不行，人家那可是大城市里的姑娘，咋可能扑奔咱这穷山沟子呢？钱小北一听，大概明白了怎么回事。爸妈，你俩先消消气儿，我和老弟唠唠。没戏了。董树果低下了头，没做声。你也是念了10几年大书的人，咋这么想不开呢？离了这棵歪脖树，你还不上吊了？哦，
我不是这意思啊，我是说人家既然都不在意你了，你还苦恼个什么劲儿？日子总得往下过，照你这么纠结下去，你这人生路不全得是苦恼吗？姐夫，那我这几年不是白等了吗？你换个思路，咱就当他是个陪练，你就当是练手了。老弟啊，反正那头也断了，咱不妨往前走2步，先和四疯子处看看，行就接着处，真要是合不来，人家也不能讹上你。钱小北和董树果说了很多，也劝导了半天，看不出来这个姐夫的思想还挺新潮的。晚上吃饭的时候，叫来了老耿头，把钱小北盖房子的手续敲定后，酒一点也没少喝。最后，老耿头都是钱小北连背带抱的送回去的。第二天，钱小北回到家里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只要吃的苦中苦，老板明天开路虎。只要加班够火热，老板狂买迈巴赫。靠谁不如靠自己，打工才是运动力。接上集，钱小北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二狗子正在帮四叔弄药材。这个时候，他不是应该和豆腐酱一起四处跑着收黄芪的吗？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3丈岭收了挺多，忙不过来了。豆腐酱让我回来接二大爷去帮忙。不错呀，那一会儿吃过午饭，你就抓紧带二大爷去吧。我怎么看你不乐呵呢？钱哥，我不想这么干了。找着新槽头了？你说啥呢？我是说我想换个干法。跟我说说，你想换成哪种干法？我也想像豆腐酱那样自己收。钱小北点了点头，无论对二狗子还是自己，有野心都是好事儿。可是你一收，不和李豆腐酱争嘴了吗？钱哥，我上我老家那片收去，进马齿和黑瞎子沟隔着老远呢，和他这儿不犯冲。那还行，扩大经营覆盖范围和规模，不正是当前需要做的事儿吗？你先别着急，你老家那边啥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到时候你先去摸摸情况，先试一试，要是打了广告真能收上来，就先用我四叔这牛车拉几趟，后续要是真行了，我借你点钱，你也拴辆车，你看怎么样？真的？当然是真的。哦，对了，钱哥，我觉得你让豆腐酱这么收不是个曲子。怎么了？啥都没个数，还霸着二大爷一个人在那，主要是时间一长，哪有一点不差的？你多了他少了的，我怕到时候一闹扯起来，你和豆腐酱子连交情都没了。这小嗑唠的挺上道啊，时时处处为老板着想，这才是合格员工。如果换做你，你想怎么办？依我看，你不如就给他定个价儿，让他把所有事儿都给你办利索，你就等着拿大汽车往回拉成品就行了，哪怕是1斤多给他2分钱都可以，多省心呐。行，就按你说的来吧，我定个价，你们俩就都按这个价交吧。可有一样，分等的时候要是差事儿了，我可不容。这还能差？你给打个样不就完了吗？到时候周转的钱还是得钱哥给出。没问题，春生啊，今天你跟哥说了这么多，哥得谢谢你，以后哥有啥想不到的，你要是看出来了，就像今天这样，早点给哥提个醒儿。一番话把二狗子给说的半晌没缓过劲来，不光是因为钱小北对他的信任，更重要的是他姓年的自打离了学校门之后，就没人再提过他的大名了，以至于他觉得二狗子这个褒贬不清的名字就是胎带来的。还有个事儿，五味子马上就要开始采收了，你在宣传的时候把五味子也顺带着烧上，过2天我给你报价。好嘞，哥说咋干咱就咋干。吃过了饭，二狗子载着二大爷走了，去他姥姥那开辟新天地去了。没几天，宅基地就批了下来，董长贵立马就往三合铺大队部打了个电话。徐会计接了电话后，拿大喇叭一通喊：钱小北，钱小北，你老丈人来电了，说你的宅基地批下来了，左邻右舍有听着的，去他家告诉一声。徐会计这一喊，不光钱小北听到了，全三合铺的人都知道了，气得刘忠当时就跑到了大队部，把徐会计一顿臭骂。听到消息后，钱小北急忙的跑到了平安，感谢老耿头帮了这么大的忙，另外还通知了李长风，让他赶紧带专业人士过来。第2天，李长风就带着人来了。老弟，这是2间的肖队长，都好哥们儿，有啥想法你就直接和他说吧。肖队长，这房子的事儿就全拜托你了。都是自己人，甭客气。把肖队长让到了屋里，钱小北拿出一张堪称潦草的手绘图纸来。你家多少人呐？开这么多门？人倒不多，单家说多。当下把他的想法说给了肖队长。照你这么说，那是得这么大。要是按你说的来，深挖地基，上下有梁，楼顶用预制板，可得不少钱。得多少？要是这么盖的话，还不得1万大多呀？现在在黑市上买钢筋就得2000多一吨。钱小北并没有关心造价，却把注目点全放在了工期上。那今年能完工吗？有点紧，得马上动手了。那就马上动手。说着，钱小北掏出了1800块给肖队长。肖队长，眼下我手里就这么多，你先用着，过几天我再给你拿。行吧，那我就先把前期必备的东西准备一下吧。接着，
肖队长和钱小北讨论起了细节。你要把厕所隔屋里，冬天上毛篓冻屁股，那可就得挖陈井了。没事儿，挖地基和陈井这些重活，铺子里来帮工的就干了。等二人把该定的都定好了，2天后开始进场。这时小孙也开着大汽车回来了，拉了一车黄芪，顺便还捎回了二大爷。二大爷，这套新路子豆腐酱满意吗？那还能不满意？你给他那么高的价干啥呀？这把豆腐酱子给支的4蹄儿都不着地了。他满意就行。二狗子走了，他那俩车咋摆弄？他7折那一家子全上阵了。钱小北默默点了点头，稍用心思就把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我怎么这么那么的有能耐？2天后，施工队一大早就进了场，左邻右舍也都前来帮忙，一切准备妥当。我给你找人看的时辰11点15分，现在动工正好。好，开工大吉！随着肖队长的一声吆喝，鞭炮齐鸣，众人7手8脚开始上手了，场面十分热闹。与此同时，刘忠正和三湾子在家里合计事儿呢。爸，你说他那几大汽车的黄芪咋收上来的呢？也没看着有多少人上他那去呀。哼，豆腐酱豆腐都不做了，不是天天在外边跑着给他收药材吗？那小牛车能装多少？2杯夹子就装满了。你说他能不能是掺的羊蹄叶根子多呢？那玩意儿掺多了，还不得一下子被人看出来？那就奇了怪了。你就让他得瑟吧，做大轿了不是啥好事。刘忠说完了，起身拎起2瓶酒往外就走。爸，你干啥去？上老钱家。你上他家干啥去？有那酒你给我喝了不行啊？一人做事万人看，我是大队书记，话大了总得过得去，不能让人挑出毛病来。刘忠走了后，三湾子又动起了歪心思。于得水，哥干啥呀？明天你起点早，带上干粮，走远点，给我整几百斤羊蹄叶根子回来。那么多，我自己行吗？上你大姑家那个屯子找2个知根知底的人，别告诉他们干啥用，我给工钱。拎着2瓶酒的刘忠晃晃悠悠地出现在了钱小北的施工现场。钱小子可真是出息的不善了，盖上砖房了哈。刘叔，你拿来看一眼，我这心里就很高兴了。你看你还拿啥东西？说着，钱小北接过2瓶酒。人家盖房子都怕地不实，抬的碾子砸夯，你这咋还往出犯土呢？刘叔，你要是问我这个，我还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我这都是包给别人的。肖队长，你给我们刘支书讲讲吧。这是基础，得挖到冻土层以下，里边沙子碎石往上反几层之后，在上边再打钢筋混凝土底梁。又是钢筋又是水泥的，那得扔进多少钱去？不扔也不行啊，这主要求高，50墙，举架3.3米，房子面积再大点，上边还得架预制板，没有个好地基可不行，多出这几千块钱不白花。几千块钱还只是多出来的，这整利索了得不少钱吧？这大房子盖下来还不得个1万大多。我大队那边还有事，我先回去了，你们忙着吧。说完转身就回去了。回到家后，父子2人又召开了一次碰头会。我他妈咋算计咋不对劲，开春还让账主子撵的直往苞米杆子垛里藏了，怎么现在就能盖起1万多块钱的房子？啥玩意儿能值那么多钱？爸，你是不是怀疑那牛黄？怕是他给了咱们的牛黄，不是在咱们手里吗？这玩意又不是苞米黄豆，咱们哪认识？不行，明天我和你妈的去找你舅。找他干啥？让他带着我去县里找药材公司的行家给看一眼。接上集，刘忠看到钱小北盖房子后，忽然意识到自己家的牛黄可能有问题，准备去县里找人鉴定。此时，钱小北的脑海里浮现出刘忠和肖队长说话时不阴不阳的那张脸。突然间，他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妙。看样子，刘忠似乎已经对我的实力和眼前干的事起了疑心。不行，凡是防在前头，总是没错，必须得提前做好工作。翌日，钱小北早早起来，从柜子里把剩下的牛黄翻了出来，去往平安。到了供销社后院，王维忠不在，换成了一个50多岁的妇女。同志，王哥呢？上县里了，早晨就走了。哎呀，这人真是的，出门咋还不告诉我一声呢？白跑一趟。同志，知道他干啥去了吗？不知道，早上来了2个人，说了几句话，他就跟主任请假走了。哦，那我明天再来吧。去往丈母娘家的路上，钱小北暗自庆幸，未雨绸缪还是有用。此时，刘忠夫妇和王维忠已经到了药材公司门口，刚好碰到了李长风。老王，你怎么还跑来了呢？今天也不开会啊？李股长，我找老吴有点闲事儿。那你快去吧，我看他刚进屋，你和他熟吗？用不用我带你去？不用，我和老吴在一个工作队带过，熟。那我就先忙我的去了。检验室里，老吴和王维忠寒暄过后，看着桌子上的手提包，这是啥东西？杀牛了，
得了点牛黄，拿来让你给鉴定鉴定。好时气啊，这玩意儿都能让你给碰上。亲戚家的。老吴拿起牛黄，艰难地从每一块上削掉一点，又是水泡又是手捻的看了半天。过了一会儿，老吴摇了摇头。见老吴摇头，刘忠也跟着迷糊起来。特么的，老母猪八大嘴，这是要糟啊！这是你啥亲戚啊？我姐姐和姐夫。要是自己家实在亲戚，那我就有啥说啥了。你这个根本就不是牛黄。一听这话，刘忠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咋可能？牛是我杀的，这东西也是我眼看着从牛胆里拿出来的呀。确定是从胆里拿出来的？那还有错？我们好几双眼睛盯着，还是他儿子亲手取出来的呢？这就奇怪了。难道说是没长成？是不是这牛杀早了？这我就说不准了。咱们这小地方几年也碰不上一回这事儿，经历的少。你这个情况我还真没法判断。反正以我掌握的来看，这确实不是牛黄。同志，要不你再帮忙看看，别再是走了也。老吴一听，皱了皱眉头，显然有点不高兴了。你要是信不着我，可以拿到省里去鉴定，省里不行还有燕京呢，大地方的人肯定见得多，也有经验。王维忠使劲瞪了刘忠一眼，忙陪着笑脸过来打圆场。兄弟，我姐夫他不是这个意思，你别挑他的理。没事，碰上这事儿，搁谁都得着急。同志，我问你个事儿，我们平安那边有没有人来卖过这东西？这都4、5年了，别说是你们平安了，就是整个吉春，拿来让我们看上一眼的都没碰上过一份。真没有。气得王维忠真想给他一个大耳雷子。这都干多少年的老职工了，这点玩意还能出错？听了王维忠的话，刘忠彻底傻眼了，半晌没醒过神来。王维忠和刘忠走了之后，老吴看着抽屉里的一条香烟和2包茶叶，嘴角不由得上扬起来。李长风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着王维忠一行离去，满意的点了点头。此时的钱小北已经来到了丈母娘家。这大忙的，你怎么还跑出来了呢？我儿子说想他姥姥，我来接你。妈，这点东西你找个严实点的地方帮我藏好了。英子妈接过包裹，摸了摸，是牛黄。哎呀，那可得找个好地方掖严实喽。钱小北刚回到家，严春生急匆匆的也跑了回来。春生，你估一下量，和豆腐酱子那边比能怎么样？钱哥，只多不少，而且这边更偏僻，道更不好走，去收购的人很少。一会儿找你嫂子拿500块钱，你明天一早就赶着4叔的牛车回去。可是我怕这1辆车也整不过来。大伙人还能让尿憋死，远的地方你让他们自己给你送到家，或者专门雇一个人给你送。实在不行，我和李哥说说，把那个牛车给你，那个大点。春生高兴的点了点头。钱哥，有人问黄柏咱收不收？很多吗？很多。黄柏是后世的一级保护树种，是硬生生被扒皮扒成了珍稀树种。此时正在讨论是否要保护，但却并没有有力的保护措施。春生，你说的很多，是山上很多，还是村民们手里很多？都不少。解冻以后就有上山扒树皮的了。没有人收吗？咋没人收呢？晾干的4毛5一斤，还没人卖呢。不知道谁瞎白话，说等到过了年能值6毛钱一斤。看来市场不骗人，连最终端都知道要涨价了。咱到底收不收？春生啊，你先和大伙儿打个哈哈，等我2天。行，钱哥，那五味子的事定准儿了没有？那边的山上五味子多不多？多得很。后来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都怕被戴帽子，就没人敢上山采收，都撂荒了。那还能结果吗？要是现在抓紧把荒草收拾收拾，到秋肯定还能采回来一些。那你就跟人家定了吧，铁定是收。刚好英子过来了，李哥那头还8字没一撇呢，你先别和人家说这么早，万一……没有万一，就算是李哥那头撇和那都不出，咱也能凑齐这个8字。李长风的吞吐量，钱小北知道，一个李长风怎么能满足得了他的胃口？而且前世他是先认识的王炳春，王炳春介绍的李长风，他也没怎么借上李长风的力。春生啊，五味子看涨，过段时间一定得有不少人进山收购，实在不行，你先给他们少交点定钱，让人家心里也落底。哥，你要这么说，我又得提钱了。没事，你嫂子是提款的人，你用多少一会儿和她说。还有，你也不能全靠我给你出钱，我这头也挺紧张，想办法争取早点自己先把底子钱挣出来。钱哥，我回去后紧倒腾着点，然后你能不能开着大汽车去一趟？早点靠自己循环，想法不错。晚上回到家，钱小北心里想着事情，钱多被他奶奶和姥姥带过去了。英子看了一眼，感觉到了他的心不在焉。媳妇儿，你说收药这事儿还能维持多久？有卖的就一直收呗。我是说再好的资源，大家都动起手来，迟早有一天也会挖完的。今年挖没了，明年还长，怕啥？大拇指头粗的一根黄芪得长好几年，照这么挖下去也挺不了几年了。前世原本满山遍野的东西，最后都被挖得变成了濒危物种，就算是一座石头山，为了要点建筑材料，都能给你硬生生削平了。
那怎么办？真要是药材收不上来了，咱们干点别的。干点啥呢？我听你的，你说干啥咱就干啥，你说咋干咱就咋干。明天李哥要来，你和他说说五味子的事儿。为什么非要让我说？咱俩不是都说好了吗？这事儿归你管。为什么非要给我找点事儿干呢？老娘们太闲了，不行。你这事儿可真多，闲了也不行，淡了也不行。第二天，李长风真的来了，是坐着县公安局的吉普车来的。见了吉普车，乡亲们一片哗然，都杵在了那里。谁叫钱小北？我。跟我们走一趟吧。迢迢啊，千年算作朋友啊，听我唱支歌，歌声有悔也有恨呐，伴随着歌声一起飞。接上集，钱小北被带到了平安镇派出所，一起带去的还有三湾子、老吴和李长风。钱小北看着身边的三湾子暗暗发笑，生怕过一会儿被他的尿骚味给熏到。一条麻袋重重扔在了地上，老吴上前打开麻袋，把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是几捆子黄芪。不用说，这些黄芪成了倒霉的呈堂证供了。此时，王维忠和一个中年妇女也走了进来。那个中年妇女正是王维忠带着刘忠去县里时替他的那个人。吴同志，你说吧，怎么回事？钱小北留意到桌子后面的两个公安他都不认识，显然不是平安派出所的。看来这事还有点大。老吴拿起一把黄芪，3下5除2打开了捆，散在了桌子上。同志，这一捆黄芪不到3斤，就有好几根假的。发现多久了？发到省里做银片的时候，上了铡刀才发现芯子里的颜色不对。你们县药材公司收上来东西不做质检的吗？肯定做呀，不过主要的检验工作还是在收药材的供销社这边，我们每次抽检可都是合格的，而且都有记录的。公安听了老吴这套熟悉的小科，又转向了王维忠。你们是怎么做的质检？同志，我们是1枚设备2枚专业知识，供销社的质检只能靠2只眼睛看，具体把关那还得看上边儿。你们俩在这打乒乓球呢，不归你管，也不归他管，难道说这责任是我的吗？二人听了不再言语，双双低下头去。钱小北心中暗笑，此等技术原来由来已久。公安看向了王维忠和中年妇女，你们两个谁是领导？同志，土产部这一摊子事儿归我管。那你是干什么的？同志，那些分等捆板的临时工都是归我管的。我这一天事儿可多了，忙完了这边忙那边，可就是验制的事儿不。行了，问你什么说什么就行，不用废话。你看看这几捆是不是你们供销社捆的？不是我们捆的。确定吗？错不了，我们捆板用的都是喜棕绳，不是这样式儿的。那就跑不了你们俩了。全镇子那么多人采药卖，咋非找我？全镇子就你们两个是分完等送来的，不找你俩找谁？弄虚作假，欺瞒政府，你们这胆子可是够大的。你们是在这交代清楚，还是回局里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同志，我有话说。说。同志，我有证据能证明这些药材不是我交上来的。你怎么能证明？同志，我捆黄芪用的都是在供销社新买的红色尼龙坯子，你看看，票子我还留着呢。公安同志，我们农村谁家都有这样的麻线。他虽然买了那种绳坯子，但他回去用不用别的捆，谁知道啊？坐下，是我审你，还是你审我？这就是说，你用的是这种绳子了。同志，我也没用多少，有不少都是用湿稻草捆的。两个公安对视了一下，从桌子底下拽出一捆子黄芪来。你说的是这个吧？三湾子定睛一看，差点没把他吓得从凳子上栽下去。正是一捆拿稻草捆的黄芪。钱小北一直在边上冷静地看着，心里由衷佩服，这才叫真的专业。这大坑小坑给你挖的，人还活蹦乱跳呢，那边就动土了。交代还是不交代？一星半点的能有啥影响？听了这话，把王维忠气得肝直颤。老刘家怎么出了这么个虎玩意儿？这说的是人话吗？要不是有不认识的执法人员在场，我早就给你一五指山了。好，既然你这么说了，那你自己去药材公司的库里看看你那一星半点吧，都带回去。听说都要带走，钱小北不干了，家里还有好几摊子事儿呢。同志，我冒昧说一句，我觉得要查清结果，不应该去县药材公司，全县10几个乡镇都往那里送，想辨别出是哪个乡镇送的都不容易，更何况要识别到每一个人了。供销社库房里现在就有我交的药材，去那看一眼，不就真相大白了吗？到了供销社的大库里，
三湾子和钱小北各自找出了自己交的药材，一捆捆打开，一切一目了然。同志，他亲口和我说过，他家也往里掺羊蹄叶子了，你们可得看仔细了。三湾子，没凭没据你可不要乱指哈，东西都在这摆着呢。你是在怀疑公安同志没你眼睛好使吗？李科长，我觉得可以带走了。这特么是什么人呢？就算这个姓钱的不提醒我还能听不出来你在质疑我们的专业性吗？公安同志，我不能走，我爸找人去了，还没回来呢。你这么说是想要让你爸也跟你一块去吗？整个过程下来，心里最清楚的当属王维忠了。联想到三湾子曾问过他，万一掺进点别的怎么办？再想到三湾子咬了钱小北一口，说他也掺了羊蹄叶子，还有钱小北老早就一反常态的使用与众不同的捆绑物。他知道三湾子中箭了，进坑了。他中的箭早在许久之前就射出了，他进的坑是大头朝下进去的。出了派出所大门，看着吉普车载着三湾子和王维忠远去，钱小北叹了一口气，王哥无辜，恐怕也得跟着受点牵连了。正想着，留下来对账的李长风走了过来。兄弟，刚才哥也没替你说这话，你看这点事儿用不着你说话，而且你一开口反倒把自己装进去了。李哥，我在下边又设了一个收购点，存了不少货，什么时候咱俩一块去看看？这年轻人，我操！你这心可真大，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还有闲心想这个呢？又不是我的事儿，我跟着着啥急？天底下天天出大事儿，要是都用我操心，还让不让我活了？李哥，明天能来吗？好，那明天我早点来。钱小北回到家里时，英子和纪兰凤、英子妈、四叔正站在院子里。到底咋回事啊？没事儿，一点小误会。此时，四叔把钱小北叫到一旁，把你整派出所去，是羊蹄叶子那事儿吧？钱小北点了点头，把人给带走了。带走了，这会儿估计正亲切交谈呢。这回看他还敢不敢嘚瑟了。羊蹄叶子那玩意儿，真要是吃了，有没有啥害处？四叔，这两样东西颜色不一样，只要一上铡刀，肯定能发现，想拿它害人都害不了。那还中？你说羊蹄叶子也是药材，管啥的？四叔，那是泻药。那正好，这2天上火了，那头有点不大痛快。四叔，不用非得刨根子，叶子也管用，你拿水一焯，当蘸酱菜吃就行。这回妥了，多年的顽固病，谁能想到喝着酒就能治好了？入夜，媳妇儿，今天害怕了吧？有啥好怕的？咱又没做亏心事。钱小北知道英子不是不怕，只是嘴硬而已，又安慰了几句后，明天李长风来，我们去二狗子那拉药材，豆腐酱那也有段时间没去了，顺便去看看。家里盖着房子，一大帮人来帮忙，你走了合适吗？如果还得我天天在家守着，那还让肖队长给我包工跑材料干啥？我让钱多给我尿尿和你给我搬砖，我自己气不就得了吗？那你就去吧。对了，你昨天说怕山上的药都采光了，我想到了个办法，也不知道行不行。什么办法？咱铺子里1口人分6亩多的责任田，而且山缝子里也能开出点地来，药材本身就是草，也不挑地底子薄厚，你说挑几样值钱的，把它们变成家养的，行不行？虽然英子说的都是他早已成型的思路，但是这时候该把这份功劳算到媳妇儿身上，没人天生就是总裁，得有合适的机会。那种药材这事儿以后就归你管了，我都听你的，你就支持我就行。我就是这么一想，都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干，你不怕我给你整砸了呀？砸了就砸了吧，不怕，砸2回就有经验了。翌日，李长风早早的就来到了。李哥，我媳妇有话要和你说。啥事啊？还非得他媳妇说呢？李哥，上回卖那点东西的时候，我听王老板和你说要收5味子了，我寻思着是不是我们也能收。这太可以了，你没听他说还要加量吗？我都怕完不成他给的任务呢。那到时候他收购价下来了，你就告诉我，我好早点给下边一个准信儿。好，到时候有价了我就告诉你。这2口子今天这是怎么了？神叨叨的呢。接上集，钱小北和李长风一起来到了禁麻池，看到院子里整齐堆放的黄旗，钱小北由衷的感叹：春生啊，这段时间的进步可真是够大的，活干的也漂亮。没给钱哥你丢脸就中。李长风和严春生打过招呼后，严春生开始忙活着过秤，准备装车了，而李长风的目光开始看向了远山，看着看着，突然问了一句：兄弟，没想着收点黄布？现在收黄布行吗？能有啥事儿？有事儿也是我先知道，我告诉你一声，你收手不就完了吗？那我琢磨琢磨，你要是知道早收手，又何必进去？说着，一车黄旗装好后，钱小北和李长风又到豆腐酱那里装完药材便回去了。第2天大清早的，严春生跑了回来，钱又不够用了，来请求支援了，顺便来打探一下消息。哥，
那黄渤真的不能碰吗？挺多人问价了，我说咱们是给供销社代收，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做得对，你先留意着，等我消息。但有一点，千万别和李长风做这个。那就是咱能动了。钱小北默默点了点头，没再言语。几无例外，所有行内人没几个人能守严底线。问题是这种必须快进快出的东西，一定要想好怎么做和谁做。二人正说着话，英子走了过来，看向严春生：“你在那边帮嫂子收点黄芪、黄芩、桔梗的种子。”嫂子，收种子干啥呀？也没听说药材公司要这些呀。让你收你就收吧，我有用处。一会儿我给你拿钱的时候告诉你数量。还有收五味子的事儿和大家说了吗？原来他们山上种的，让他们去除草了吗？都告诉他们了。那就没事儿了。说完又拧搭拧搭的去忙他的了。你和嫂子，你俩这是分家了？你个二狗子，说什么呢？这都各管一摊了，不是分家了，还能是咋回事？各管一摊儿，这非得分家吗？领导说啥你就听啥得了，哪来那么多废话？咋？你们家啥时候换的届呀？我咋连选票都没看着呢？饭桌上，我明天出趟门，二大爷、四叔，家里你多照看点。你又要干啥去？我去趟旧丈人那。你哥哪又讨来个旧丈人呢？四叔琢磨了半天，才从记忆深处把钱小北这个旧丈人给拎了出来。是那个养鹿的。找他干啥？给你再整2瓶子鹿茸人参酒。四叔听了，身子一激灵，白了钱小北一眼，不再说话。对于钱小北来说，生意，他想的只是生意，眼前的饭劲卖出，非他所愿。他得提前复刻前世的商业帝国，他要让家人和他一起感同身受成功的快乐。清风山鹿场在大山深处，是吉春县县属国营企业。英子的二舅和二舅妈从事着一年到头看不到几回生面孔的工作。二舅对这个外甥女婿，老头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这些年前小北干的那些事儿，陌生是因为自打他和英子结婚以后就再没见过面。二舅看到身后的董长贵，这才缓过神来。你咋来了呢？这是来干啥来了呢？英子女婿让我带他来看看你。这个傻钱鬼子能不能是觉着我这偏僻，要在我这放局？不能，妹夫再没正事，也不能带着姑爷出来找地方撒钱。刚走进院子，二舅小声问着董长贵：“他跟你来到底是干啥呀？”二哥，不是过去了，你听我跟你说。董长贵把这段时间以来钱小北所做的事情跟二舅说了一遍，二舅的态度明显缓和了许多。二舅，咱们这还出鹿茸人参酒吗？出了。那你领我去酒房看看呗。说着，三人一起就走了，来到了后院清风山鹿场的酒房。尽管院子里的杂草丛生，但钱小北还是能够通过其他元素感受到这个地方曾经的辉煌。而现在酒房只有一个头发花白的瘦小老头。老样子。我操！你特么吓我一跳！今天也没下雨，你怎么还冒头了呢？我妹夫跟外甥女婿来看我，我领他们溜达溜达。上哪儿溜达不好，非往这儿领。叔，咱这烧锅现在不天天烧酒啊？天天烧还不得赔死？要不是怕锅底子上锈，1、2个月都不带起一回锅的。叔，那种鹿茸人参泡的酒还有吗？钱小北关心的是鹿茸人参酒是否还一如从前有嗷嗷叫的品质。李长风说过，他的一个朋友就买到了假酒。有是有，可那么贵的东西，上边知道数儿。叔，咱正常买，想要多少？上那屋开个票子，我开柜给你拿。来10瓶吧。二舅偷偷对了钱小北一下，少买2瓶，先看看能不能喝服，反正离着也不远，喝好了再来买就行，好几块钱1瓶儿呢。带着2瓶鹿茸人参酒，爷仨又回到了二舅的小屋。手脚麻利的二舅妈已经准备好了饭菜。4块81瓶呢，死拉贵的，花那钱干啥？我这有几瓶，反正就是年头多了，皮毛不咋好看了。一把年纪的二舅并没参悟透，酒和女人可不一样，一个美在皮毛，一个贵在年份。钱小北各开1瓶对比过后，虽然还不知道效果，但味道上已经有很明显的区别了。二舅，这酒和我之前喝的不是一个味儿啊？那能一个味儿吗？现在出的和以往出的差了几个成色呢？都差啥呢？就2事儿。第一，自打老边头子走了以后，酒味就变了。再有一个，下料还是按着方子来的，可常喝的人都说没以前进的不管用了。你爸说你有正用，还有几瓶，等下你都拿走吧。看事情远没有预想的那么简单，酒和药2样最关键的东西都已不是原来的了。药酒，酒和药都变性了，还能叫药酒吗？二舅，烧锅掌柜的叫啥名啊？就叫老边，在这待了那么长时间，也没人问过他大号。不过那老头子可倔了，背地里大伙都管他叫老倔边。倔到啥程度啊？再倔也就二大爷那程度到头了吧？
你二大爷咋借的？我不知道。我给你说一个事儿，当年请老编来的时候，县里给他2个儿女安排了工作，才把人家请来的。走时候拿这个威胁老编，他都没在乎。钱小北点了点头，在80年代，确实很少有人能经得起正式工作的诱惑。二舅，老编现在在哪呢？又回吉春了，听说干得挺大。现在这路场谁是领导啊？镇上一个姓柳的副镇长在这兼职呢。看来想要见见厂长，还得去镇里了。你要见他干啥？我想和他研究一下，怎么能把这路场好好利用一下。你可千万别往里趟啊！我可不能看着你崴到这里头。不是没人打过这主意，可最后都自己打了退堂鼓。放心吧，二舅，我不能蛮干。董长贵在一旁皱起了眉头，他知道钱小北并没想放弃，可这个杂草丛生的大肠子，搁谁也看不出来一点生机，想盘活他哪有那么容易？二舅，假如现在要恢复生产，人参和鹿茸有存货吗？你好像想偏了，鹿茸和人参都不是事儿。鹿茸和人参不是最重要的原料吗？手里掐着钱，人参和鹿茸哪儿还买不着？钱小北想了想，二舅的话有道理，这大松江还真就不缺这2样东西。二舅，人参鹿茸都不重要，那什么才是重要的呢？这酒你也喝了，和老编的比，得差3个筋斗云带2个钱耙子那么远。钱小北记下了第一个关键点，品质。这么大个买卖，开张就是大抛费，粮食、药材不说，光人工一天就得几10块钱。现在这人身子不知道咋这么金贵，小工你不给到1块钱往上，人家都不给你干。钱小北又记下了第2个关键点，生产成本。刚才说的就只当是你全做到了，我就问问你，酒厂出来了，你卖给谁去？平常老百姓喝的酒，再贵也超不过2块钱去。鹿茸人参酒光成本都快2块钱了，老百姓谁能买得起？第3个关键点，销路。二舅，那配方也算是机密了，不是也挺关键吗？嗨，啥机密压密的，20多种中药，我都能一样一样给你念叨出来。这不太可能吧？你都能接触到配方？前世为了一个降糖药方费尽了心机，花了很多钱，最后还他妈是假的。2天半新鲜的，我看那个破盒子现在就在烧酒师傅那桌子上放着呢，连锁头都坏了。钱小北明白了，喝了半斤都不如吃一盘韭菜炒鸡蛋管用的鹿茸人参酒，他的配方还会有人在意吗？这酒是在哪一任厂长那里发现不对的？第4任王厂长，由于他身体不好，离开了之后，这酒就完犊子了。二舅的话又给出了第4个关键点，核心技术。与二舅的一席长谈，让钱小北梳理出了几个关键人物。第一个是清风山那个副镇长，过不了他这关，一切为零。第2个是老厂长，他身体虽然不好，但看来心眼子不少，毫无疑问，就是他在离开时在配方上动了什么手脚。第3个是烧酒的老编，能对编制表示不屑的老头儿，让钱小北很感兴趣。有了这3个人，上游的人都齐了，下游的事情找谁呢？眼前只有一个最佳人选了。如果可选，他固然会选择前世的合作伙伴王炳春，但现在人家和他还不熟。梳理完这些关键人物和问题后，要先解决哪个？这4个人该先找谁？那个神秘人物又是谁呢？男人只因说了一句话，前一秒还在笑嘻嘻的岳父，下一秒暴跳如雷，当场给了男人一脚。原来这个男人在岳父面前带了老子，并且还直呼岳父的名字，这让岳父很是恼火。这身吧，你特么是教过了咋地？接上集，钱小北想要开展鹿茸人参酒，他梳理出来了4个关键人物，决定先从身兼鹿场厂长和副镇长的柳姓领导开始。于是他先到了清风镇供销社听听民意。同志，去清风山鹿场好不好走？你打听这个干啥？这不会又是上边下来暗访的吧？农机站那个油价高站长就吃了这亏。听说那出的酒不错，想去买点。从售货员的神情来看，他对清风山并不陌生，这可是意料之外的收获。道儿可不好走了，前2天又下了场大雨，听说滑坡了，连自行车都过不去。钱小北心中暗笑，忽悠，接着忽悠。董站长，看来咱们是白来一趟了。局长交给咱俩的任务，算是完不成了。老头儿见钱小北说的煞有介事，知道该他搭个戏了。那咋着？回去等着挨 K 呗。售货员见钱小北要走，犹豫着问了一句：“你们真要去鹿场买酒？”是啊，我们局长喝过那出的酒，感觉不错，要买点给职工发福利。哪个局呀？能用多少啊？文化局马上挂出了，按规矩要送喜下乡。新来的李局长说要鼓励一下大家的情绪，要多少倒也要不了多少，也就是400多瓶吧。400斤，真的假的？我就说整这事儿多余，发点豆油大米不香吗？说啥都白扯了，抓紧回去交差吧。连厂子都没到，回去怎么交代啊？我有啥办法？要是走着去，你可别指望着我。2人一边演一边朝门口走去。2位同志，留步！
你们真能要400斤？你看，一个公家的事儿，和你打着马虎眼有啥用？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去给你们找柳镇长去。这点小事儿找镇长干啥呀？售货员一听，更加信实了钱小北的话。你俩先坐几分钟，我一会儿就回来。售货员说完后，着急忙慌的走了。柳敬言，清风山镇副镇长，主管经济。他亲叔叔把他调过来时，他还对清风山鹿场抱有一点期望的，毕竟是个国营企业。可到了鹿场一看，立马就透心凉了。此时，老丈人急3火4的跑来了，说有人要买鹿茸人参酒，一买就是400斤。这是有多大的病，一下子要买这么多？听完老丈人的描述，柳敬言嗤笑了一声。这个破烂摊子，惦记的人还不少。我看变件也行，不成也不搭啥，另外也能把咱家里那点酒带出去。最终，柳敬言答应了见面，让老丈人把2个人领到他办公室。文化局的同志来了，怎么也不提前打声招呼？你看，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单位里的一点小事情，也没想着兴师动众。柳敬言眼珠子转了转，先探探底儿再说不迟。你们李局长在林业口的时候，我是他的小兵，那时候他就很体恤下属，到了文化口更是大手笔呀。这样的福利，全县8成也就文化局才有吧。李局长军人出身，又刚从省里学习回来，40多岁的年纪，正是有冲价的时候，摊上这样的领导，也是我们的福气呀。柳敬言点头微笑，确认了2个人不是冒牌货。柳镇长，要酒的事儿你和小钱说就行。说罢坐到了一边，看着柳敬言和钱小北聊了起来。柳镇长，现在咱们的存货够400瓶吗？现生产也快。柳敬言的话说得毫无底气，别说400斤，就是100斤，都得把自己家的和老丈人家的都划拉上。现生产泡发药材的时间怎么着也得20天吧？难道用的是热浸法？柳敬言尴尬一笑，点了点头。400瓶倒不算多，但库存稍显不足，定好了就得马上安排生产了。领导，该走的程序咱得有，我先给你交点定金吧。说罢，从兜里掏出1沓钱来，递了过去。柳镇长来得匆忙，身上就带了这120块的整钱，您先收着。我这就给你开张收据。柳敬言开票的空当，钱小北的心一刻也没闲着，在琢磨着下一步。目前的产品质量，他完全不能接受，必须用真正的老边烧锅泡真实的秘方，但此刻又不方便和柳敬言说。刚接触就像下来指导工作的一样，除了让对方产生厌烦，别无他用。柳敬言的票据写好的同时，钱小北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柳镇长，找个安静的地方坐坐。今天晚上我做东，在吉春小聚一下，咱们坐下来慢慢聊。柳敬言刚要开口推拒，钱小北已经朝门口走了。送走2人后，柳敬言在心内发笑。既然诚意相请，哪有不约定时间地点的？而且连我在哪座山头都不问问，上哪找我去？除非他早就知道我家住哪。到了吉春，董长贵就没有再跟着了，给董树国打了个电话，就站在路边等着儿子来接他了。而钱小北则来到了药材公司，找到了李长风。李长风的交际能力他知道，眼下他需要李长风的帮助。下班回家的柳敬言看见站在自家门口的钱小北，大感意外。看来让自己给猜着了，年轻人的功课做得还真挺足。柳镇长，又见面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住这的？吉春才多大个地方？这位是药材公司采购股长李长风，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柳镇长，缘分啊，正好到饭点了，我请你吃顿便饭吧。李哥，哪能让你破费？李长风当时就急眼了，生意上多照顾照顾李哥就行了，一顿饭和我争个什么劲儿？看李长风那急头白脸的样儿，这个世界太疯狂了，耗子都给猫当伴娘了。一个公职人员还得靠他罩着。晚上不端小酒杯，一身孤苦无人追。你一杯，我一杯，喝完一起跳苏北。接上集，钱小北和李长风把清风镇长约到饭店。柳镇长，单独请您出来，是有事情想和你商量。什么事情？李长风听到要进入主题了，就借故先离开了。我想和你商量一下，看咱们能否走走联合经营的路子。联合经营？现在的形势马上要大变了，试点都搞了好几年了，全面推广不是迟早的事情吗？在这个时候，要是哪位领导干部能率先走出这一步，那等到改革春风漫卷时，这样的有识之士可绝对是派头兵啊！一番话说的柳敬言的内心躁动不已，只是枪打出头鸟，出头的船子先烂，这些老话告诉柳敬言不可轻举妄动。眼下政策虽然好了，但吉春既没资源，又没地理优势，就算是8级台风，吹到这里也只剩下一点风丝了。柳镇长作为领导，居安思危是对的，可咱30岁不拼，难道等着60岁的时候去和人拼退休金吗？柳敬言的眉头略一上扬，马上又恢复了原状。假如我同意了，你打算怎么干？最直接的就
就是我把鹿场承包下来，你给我定个合理化指标，我来完成，一切运营都算我的，我自负盈亏。这个模式我知道，可在咱们吉春也没有过先例呀。一个公家的事，我也不能一个人做主。钱小北大感失望，迫于无奈，钱小北拿出了备用方案。如果柳镇长有顾虑，那咱们就别把动静搞得太大。我这里还有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打法。你还有其他思路？就是我提出一个质量标准，清风山按我的要求生产，成本核算后，给我一个合理的价格，比如3块钱以内。这不还是你买我卖的关系吗？刚才给你机会了，你也不中用啊。见钱小北含笑不语，柳敬言又问了一句：3块钱以内，这价格也太低了吧？柳镇长，我有个心理底线价格3块3，至于能申请到什么价格，你自己努力。如果上边批准了3块钱批发给我，那这3毛钱……这可不行，公家的钱万不能动。先不说这个了，你刚才说要有自己的标准，具体是怎么个标准？钱小北知道柳敬言虽然打断了3毛钱的话题，但他心里已经认可了。柳镇长，质量标准达到这个就可以了。一边说，一边指了指桌子上那瓶1976的鹿茸人参酒。想到老边和王厂长都已不在山上了，柳敬言微皱了一下眉头。这好像不太好办啊。我来解决，只是成本可能就要增加一点了。另外，这瓶子我得换成小包装的。咱也没有小瓶子呀，这一换，成本可是又上去了。柳镇长，瓶子算我的，你只要给我批个条，同意我装2两半的小瓶就行了。换个瓶子也不是什么大事，就不用批条了吧？那可不行，入场的主心骨还是你，领导不批准我就随便来，那不乱套了吗？柳敬言微笑点头，话就是要这么说，听着就比较舒坦。柳镇长，我还有个想法，反正以后我得总在山上关注质量，不如我就来清风山得了。咱对外不提承包的事，就说我是你批来的管理人员，一切都按着原有的模式走，产出的酒由我来包产量，怎么样？柳敬言低头琢磨了一下，似乎很划算。企业利润上来了，政绩有了，他卖的越多，我那3毛钱滚的就越大，多了一个帮我分担管理的人，关键是工资还不用我发，四全其美的事，人生能碰到几回？钱老板要是卯足了劲生产，一年可得生产老多了。这东西成本这么高，你打算卖给谁呢？柳镇长，不是有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吗？保暖过后，总得找点事儿干，干不好，总得想办法强化一下自身，比如耐久性，又比如……柳敬言亲自检验过那些陈年老酒的质量，哈哈大笑起来。一条昏暗的街道，钱小北和李长风并肩向前。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我正想问你，像王炳春这样的老客你认识多少？知根知底的就4、5个吧，要是认识的都算上，那得有几10号人了。足够用了。李哥，你帮我个忙，从这些人里选出几个靠谱的，我要利用他们的关系，把咱这酒推到全国。你要做全国市场？这么贵的酒，指望本地人买，最后都得变成藏品，所以必须得早点给他找到合适的土壤。等你产品出来了，我再带你去逐个找他们。李长风犹豫着使用了等和在这样的字眼，钱小北立马就明白了。玩话术，这谁还不会？李哥，销售的事儿就先交给你吧，做起来了，我让你扒层皮儿。一个先字，钱小北也留足了后手。你这是说啥呢？兄弟之间相互帮助一下，很正常点事儿，帮个忙就要好处，就有点太不地道了。该是你应拿的兄弟一定给你，不然我也不安心。但你得保证给我介绍的都是混大场面的人。那是自然，你这东西小地方也没人能买得起。次日，钱小北一路打听着，终于找到了老边酒房。大门上方挂着一块1米多长的牌匾，印刻着老边烧锅4个大字。钱小北刚一进门，就看见一个老头儿。打酒吗？我找你们老板，麻烦有啥事儿跟我说就行。我买酒。那你就说打酒不就得了吗？还找老板，老板身上能给你往出滴打酒啊？哎呀，这老头要是跟我二大爷在一块儿，不到1天准能干冒烟喽。打多少？我能先尝尝吗？老头拿起一个极小的酒提，打了一点酒给他。钱小北浅尝了一口后，点了点头。就是这个了。小伙子，你也不打听打听价儿？钱小北把一瓶1976年的鹿茸人参酒摆在了桌上。边师傅，不用打听，我就是奔着这53度的陈高粱酒来的。眼前的这个老伙计正是老边，见了酒瓶子，眼神突然变得复杂。你打哪儿来？清风山。那破地方还没黄呀？没有，而且我想把它好好经营起来。老边斜眼看了看钱小北，撇了撇嘴，显然把他的话当成笑话听了。你打多少酒？400斤。400斤？你是来逗闷子的吧？边师傅，这是定金。扫了一眼桌上的10张大团结，老边心知这回是错不了了。边师傅，我想振兴清风山鹿场，把这个药酒做起来，想请爷们再把酒坊搬回清风山去。可拉倒吧，我可不干这没谱的事儿了。当年那个县长差点没把肋8条子拍折了，做的那些个保证有用了吗？
爷们，现在是咱们爷俩说话，和那时候不一样了。来来往往说了半天，老头依然不为所动。于是钱小北说出了一个自己早想好的折中办法。边师傅，要不然这样，我不耽误你的买卖，你这边的酒房该开你还开着，关键的时候你去给我把关，我还按你原来的待遇给你开工资。清风山上有点好玩意儿，可惜呀，没个好人经管。听了老边的话，钱小北心头暗喜。边师傅，那咱们这事儿就算是这么定下来了呗。多大点事儿，还得开回祠堂是咋的？那我明天回去可就开始收拾了，3、2天我就来接你。咱把丑话说在前头，要是你用我，你得先应我几件事，应下了，我帮你烧酒。一件做不到，八抬大轿来了，也别想让我再回清风山。边师傅，你有要求尽管提，只要是不违法，咱都好商量。第一，砸我自己饭碗的事我不干，买啥样粮食用啥样的曲子，酒溜子怎么掐，可都得听我的。边师傅，专业上的事情本来就该听你的，只要是保证品质的要求，我都依你。别的事儿我也懒得费那心思去管。离开了老边酒房，钱小北开始拜访4个关键人物中的最后一个老厂长。这是一个奇怪的男人，他每天都要去青楼专找60岁的老头，就连美女主动投怀送抱都会被他一脚踢开。原来这个男人就是钱小北。为了开展鹿茸人参酒，来到了最后一个关键人物老厂长家里寻找配方。老厂长，我打清风山来，代表单位来看看您，顺便还有点业务上的事情要向您请教。有什么问题呢？您帮忙给看看，这酒怎么不对劲呢？咋不对劲了？钱小北指了指其中一瓶，您看看，最近产的酒不光劲道不足，单从色度上来看就已经很明显了。看着桌子上的2瓶酒，老厂长眯起眼睛打量了起来。好像是不太一样。照方子抓药，咋还能整成这熊色呢？王厂长，要不然您受累回去帮着指点指点。老骨头老肉的，经不起车马折腾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呢？让他们多上心，只要是按着方子来，应该就错不了。实在不行的话，就多试几次。这是多试几次的事吗？在错误的道路上，不是越蹦跶越远吗？僵持了一会儿，见老头一直也不说个正经话，钱小北没了耐心。不就是为了钱吗？看来不出点血是不行了。当下给老头子找了个台阶。王厂长，昨天来了个订单，有400斤酒急着出，您这腿脚还不方便，要不然您给我把药配好了，我带回去行不行？那也只好这样了。这400斤酒买药材得花多少钱？我现在就给您。老厂长低头盘算了一阵子，眨巴了几下眼睛。100斤得合20块钱吧？400斤那就是80，我现在就把钱给您。1斤酒的药材成本2毛钱，还不算黑。厂子里还有人参和鹿茸吧？我说的这个价可不包含这2样。我操！白夸你了，就那2样东西值钱，你收了那么多的钱，还竟然不包含主要原材料。奈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只好先忍下了。王厂长，我听刘厂长说，这批药酒是要送到省里给大领导的，您配的这个肯定错不了吧？要是有差错，咱可担待不起啊！你就放100个心吧，我配的药保证错不了的。老头的话说的底气十足，也让钱小北更加坚信自己的推测是正确的。临别时，王厂长身体不好，就不要远送了，别再摔着。明天一早我来拿药。在老边那边挺顺利，心里头挺痛快的，但这个老头的行为真是把钱小北给恶心到了。一个革命老同志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来？你心存思念，不但带走方子，还把原来的给改了，是想吃独食吗？一路上，钱小北一边在心里祝福着老厂长，一边又找了个小饭店，点了4个菜，折返回了老边家。你咋又回来了？咱爷俩喝点，主要是想和叔唠会嗑。你看下酒菜我都买回来了。有啥唠的呀？酒并不是一定要喝，而是钱小北想在动手之前多听听大家的意见。恰巧老边知道根本问题所在，找他讨底，比和二舅聊要有用的多。是不是这路场归了你了？别叔，公家的东西咱可不敢这么说。哼，没归你，你能这么上心说这话糊弄鬼呢？鬼都得笑话你。我卖的是酒，才懒得管你那么多。那400斤酒啥时候要？现在要，我现在就给你开窖。别叔，没那么急，我从老厂长那买的药也得明天才能给我。老王头把方子给你了，就算他给了我，我觉得和紫檀盒子里那张也没区别。你小子这是知道各路神仙各执一样法器，想把各路神仙都聚齐呀？可哪有那么容易？不说别的，方子到了老王头手里，他还能往出吐。别叔，反正现在他肯卖给咱们，就先吃点亏，从他那买吧。关关难过，但关关得过。眼下毕竟是东西都到手了，就先别计较多花那仨瓜俩枣了。别叔，你觉得这个鹿场当年是怎么衰败的呢？就3个事儿，你能把握住，准保没事儿。
第一，业精于勤，还得是自己多上心。第二，把那些明里暗里想要好处、想搬空你的人卡住，别让他们得逞。第三，等你整好了，挣钱了，得防着点，别让人连锅给你端走喽。老边的话听得钱小北连连点头。老边虽然只是个手艺人，但体制内的事儿看得挺透的。老边见钱小北陷入沉思，听我这么一说，是不是有点害怕了？边叔，谢谢你的提醒，我会提早防范的。防就怕防不胜防啊！老边自顾嘀咕了一句后，话锋突然又转到了酒上。年轻人，你用不着用3年陈酒去泡，1年陈足够了，用3年陈酒糟践我那好东西了。都听边叔的。辞别老边，天已经黑了。钱小北骑着摩托车赶回了三合铺。英子听见了摩托车的响声，起身走出屋外。你出来干啥呀？快回去！这咋这么大的酒味儿？早点睡觉吧，明天我跟你说。第二天早上，英子还想问问钱小北这2天都干啥去了呢，可一觉醒来，钱小北早就走了。与此同时，钱小北又把从老厂长那里取回来的药送到了老边烧锅，之后又赶到了柳静言办公室。怎么了？看起来不太高兴呢。没事儿，刚和王厂长生了点嫌气。王厂长，你找他干什么？听我二舅说，自打王厂长离开之后，药酒的品质直线下降，我找他给配了一副药。那这以后还都得从他那儿买？一定只是暂时的。钱小北一边肯定地说着，一边把一纸合同放到桌上。柳静言瞟了一眼合同，这事儿我看就不用合同了吧。柳镇长，我是为你考虑，合同里基本都是约束我的条款，这合同只能算是咱俩之间的君子协定，和陆厂无关。你想，万一我拍拍屁股就走人了，我那包销的承诺你找谁兑现去？柳静言听了钱小北的话，琢磨了一下，拿起那份合同。总的来说，就只有3件事：一、承认钱小北的临时工身份；二、必要时提供必要的帮助，比如缺钱的时候帮忙向上边要；三、钱小北包销产品。看过之后，柳静言有了些许笑模样，这么签还真是没什么风险。大体上没什么问题，只是你看看这里能不能改。钱小北扫了一眼，正是他给柳静言准备的雷。柳镇长，这个价格是我定高了吗？ No， 你要是能包销，那肯定是得再便宜点呀，你就按2块9定吧。我与他3分利，他又让我1分，再卖1天，拿国家的钱还人情，这就很溜。可是柳静言却忽视了一点，顺风顺水，一切好说。一旦2人闹翻，这份合同加上那3毛钱，将成为他以权谋私的证据。